我的女友考公上岸，转身第一件先斩了我这个意中人。川越，你真是太没出息了！我都已经考进了国企，你还在那个小破公司不求上进，现在你已经配不上我了，我们分手吧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那头就传来电话挂断的忙音，2年的感情就因为一个工作散了。川越，你现在马上立即到我办公室来。我正准备起身去经理办公室，就连续收到几条短信。看到短信账单，我心中一沉。叶清茶前脚刚提出分手，后脚就毫无顾忌地刷爆了我的卡。他可是都已经上岸了，难道非要把我斩残了不可？我气愤地直接拿起手机呼叫叶清茶，但是我操，居然把我拉黑了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请你以后别再打扰我。现在我可是有了新男友，我可不想他误会。经理办公室，川越，你在搞什么？这是公司，不是你家。你是来工作的还是来煲电话粥的？现在就业环境这么差，像你这种垃圾毕业生，幸好有我们公司收留你。结果呢，你不好好工作，还整天在那里打电话。听到这话，我顿感不妙。为了保住这份工作，我赶忙低声下气解释：经理，我今天有点事，所以电话多打了会。哼，你那叫多打了会？你上班才几天，我每天都看到在那里打电话，你是不是有煲电话粥的瘾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被解雇了，现在就去办手续。我一听工作不保，赶忙向经理诉苦哀求：经理别啊，我以后再也不打电话了，一定努力好好工作，就让我留下吧，我现在还欠着房租，还有一屁股债要还。你当我们公司是善堂啊？赶紧收拾你的东西，离开这里。我哪能这么轻易离开？想等着经理气消后再求情，没想到经理竟然直接叫来人事专员，现场给我办了离职手续，直接把我赶出了公司。我失魂落魄地站在公司楼下，举目无亲，异乡的漂泊感充满全身。真实的世界看着是那么的不真实，失恋、失业、爆卡、催债，1天之内体验全了。突然，叮，检测到宿主因为失业受到1万点暴击，随时处于崩溃边缘，补偿系统正式激活。什么东西？补偿系统激活完毕，宿主以后每次失业都将获得系统给予的随机补偿。注：同一公司失业只能获取1次补偿包，失业从来不是结束，它只是新的开始，请宿主努力生活。啥玩意？要失业才能得到补偿？这挂开的还有什么乐趣？反复体验失业的痛苦，谁受得了？检测到宿主刚刚失去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，系统补偿1张刮刮卡，祝宿主好运哦。就这，系统你这补偿也太不走心了。我失业受到了1万点暴击的痛苦，就补偿1张刮刮卡。我越想越郁闷，直接刮开卡片，然后我惊呆了。卧槽，竟然中了，还他妈是30万！兴奋之后，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一个让系统发补偿发到破产的想法。我只要随便找到一份工作，然后主动辞职，就能领到系统补偿包。如果时间管理得当，我1天就能失业2次，1天可以拿到60万，那1个月就得1000万收入起步，那岂不是轻轻松松走上人生巅峰？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打碎了我的美梦。鉴于宿主目前产生极端性失业的想法，系统额外做出贴心提示：主动辞职不属于失业，不会触发系统补偿，相反还会给予相应的惩罚。我的妈，系统你太不地道了，怎么能就地修 bug？ 道路千万条，我怎么能被一泡尿憋住？很快我又有了新的想法。既然不能主动辞职，那我一上班就让老板开除我，哪怕花钱请他也行，甚至还可以开家自己的公司，自己把自己给炒了。这种操作，系统应该没话说了吧？我真是个大聪明。主动辞职还包括通过文字、言语、符号让别人辞退自己，以及自己辞退自己。总之，宿主失业必须属于被动性失业，请宿主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每份工作，不要试图挑战系统的底线。系统，你真行，我就想失个业，怎么就这么难？还被动性失业，你这都什么鬼畜名词？为了庆祝宿主第1次失业，系统大发善心，给宿主送去新手大礼包，请宿主查收。我没做多想，随手点开了大礼包。恭喜宿主获得1次随机工作安排机会，请问是否使用？立即使用。随机完成，工作已安排，请注意查收。系统果然靠谱，连面试都不用就能直接入职。我立马点开邮件，牙把我直接呆住了。中海盛天石华有限公司中海分公司管培生主任，这居然是前女友刚靠近的那家国企，那我这管培生主任不正好是他的点头上司吗？哎呦喂，系统真是太懂我了，上岸第1件，这回轮到我了。叶清茶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我获得了失业补偿系统，
还成了前女友的顶头上司，但入职手续真让我上头。你们国企办个入职，怎么需要这么久的时间？这都2个小时了。我是奔着失业前来，顺便带着前女友一起失业，然后领取补偿包。我哪受得了这么墨迹的入职手续？好了，签了这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，记得认真阅读员工手册。你管这本字典叫员工手册？我只是到你们这破公司转一圈，搞不好下午就来办离职手续。赶紧的，我忙着上岗呢。我的豪言直接让人事专员亚麻呆住了。发什么呆呢？你们这破公司效率也是没水了，没用的流程一大堆，耽误时间就是在浪费生命，不知道吗？嘞，你怎么还在发呆呢？这破公司没救了。我故意叨叨的没完没了，人事专员咬牙切齿强忍着，麻溜的带我走完全部入职流程。我嘴炮巴拉巴拉爽了，但铁菊花却憋了一肚子气。输他！清茶，你可真厉害，刚入职不到1个月就得到罗经理特别关照。红姐，那还不是罗经理太过关照，我才沦陷的。看啊，前女友，这声音化成灰，我都能听出来。难道罗经理就是他现任男友？要不今天顺手把他也一波带走。我跟你说啊，罗经理答应给我提前转正了，帮我转到企划部去。居然能提前几个月转正，清茶罗经理对你真是太好了。还行吧，不过他现在还在我考察中，等我转正成功之后，我才考虑正式接受他。听到这茶里茶气的话，我实在是犯恶心，直接夹断，然后冲出卫生间。川越，你怎么追到公司来了？我说过我们已经分手，你要是再没完没了的话，就别怪我报警。此刻，叶清茶还以为我是来这里闹事求复合，生怕我搅黄他的好事，哪里知道我就是他的顶头上司，我哪能放过装13的机会？叶清茶，好马不吃回头草是我的人生信条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本人今天刚到公司报道，职务是管培生主任。说着，我拿出工作证晃了晃，几女直接惊讶当场，不敢置信的张大嘴看着我。川越，咱俩相互知根知底，你个废物几斤几两我比谁都清楚，弄个假的工作证，混进公司找我复合，死了你的癞蛤蟆幻想吧！哟呵，赶紧撞上司，可是要受处罚的，小心我上岸第一剑斩你落水。川越，你怕不会是被我甩后神经异常了吧？还处罚我，斩我？你来呀，老娘就在这里，有本事你就现在处罚我！看着前女友状若疯狂的样子，我决定给她个透心凉。公司在大西北买下一片新矿区，成立了新的分公司，需要一批管培生过去支援开荒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前女友，淡淡说道：我决定向公司提出申请，把你的名字报上去，成全你的处罚要求，去荒山野岭的新矿区磨练磨练。你这个养尊处优的茶气公主，一定能得到全身心的锻炼的。叶清茶听后吓得面无人色，虽然不相信我管培生主任的身份，但大西北新公司抽调人手他是知道的。真是舒坦，直接让叶清茶失业，哪有掐断他用捷径交换来的工作途径，然后发配到荒漠天天割肉来的解气。就在这时走过来一人，证明了我的身份。川主任，谢沐橙，你为什么叫他川主任？有问题吗？他就是今天刚刚上任的管培生主任，你外出刚回来没接到通知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一定不是真的。叶清茶震惊过后，像是想通了什么，阴恻恻看着我。川越，就算你是主任又能如何？罗经理一定会留下我，不会让我去那种穷地方受苦的。哦，是吗？我要是不把你调到大西北，我就立马辞职。说完，我直接回到办公室，填写叶清茶的调岗申请，提交给了罗经理。罗经理，我提交了一个调岗申请，你赶紧批一下，我赶时间。这就是纠缠清茶宝贝的家伙，得不到就由爱生恨，还想把我的女人调到大西北去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你这个申请我不同意，川主任你刚进公司，业务都没熟悉就要给人调岗，驳回。我一听当然不乐意，现在我都系统加深了，哪能还要看别人脸色行事？罗经理，我劝你慎重。说完，我拿起手机，再次提交刚刚驳回的申请。这下把罗经理整不会了，冷厉地看着我。新来的，你做事情之前就不想想后果。咱们公司上一个人敢跟上级领导对着干的，已经在东北吃血吃了好几年了。切，你糊弄谁呢？上一个敢这样跟我说话的人，我正在送他去大西北的路上。我毫不犹豫再一次提交调岗申请。你行了，别再那吹胡子瞪眼了，赶紧通过审核，我还赶时间走人呢。呀，混账！你个新来的，你特么反了天了！给我等着，我要让你带到下班，我就不姓罗。那你倒是赶紧通过。你滚出去！我为了获得系统补偿，决定挑战经理的权威，直接踹门进入他的办公室。结果听了拉耳朵的一幕。可人儿，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了，你还不同意，非要逼我霸王硬上弓，
我哪能错过这种机会？直接踹门而入，举起手机开始记录现场。罗经理吓得呆愣原地，女子则乘机脱离虎口，躲到我的身后。穿越，特么的，你怎么回事？门都不敲就闯进来，还不快点给我滚出去！我没理会无能狂怒的罗经理，而是转头看向哭泣的谢慕成。川主任，救救我！罗经理他要欺负我。罗经理，你居然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龌龊事，你完蛋了，等着去踩缝纫机吧。穿越，我警告你，话可不要乱说。还有你谢慕成，你们俩还想不想要这份工作了？刚才明明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。面对罗经理的威胁，我丝毫不惧，拿出手机在他面前摇了摇。你情我愿，要不我把视频直接发到公司论坛里，让大家都来投个票，看看你这种行为是你情我愿，还是霸王硬上弓。啊！不要！听到我的话，罗经理瞬间脸色大变。我趁机来到他电脑面前。我说老罗，我的申请怎么还没有通过？你这工作效率真是没谁了，整天就想着怎么欺负下属，都没空审批。我帮你通过了哈。调令申请已通过，已上报至总公司。啊！什么？穿越？谁让你动电脑的？谁给你的权利动我电脑的？目标达成，我没理会罗经理的怒吼，拉着谢慕成离开了办公室。川主任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你这样冲撞罗经理，我怕他会为难你，让你丢了工作。安了，这才哪到哪，接下来看我表演，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我直接拿出手机，迅速编辑了一篇帖子，直接发到公司论坛交流区。这还没完，我再次复制帖子，修改标题，转发到各大社交平台。这波操作让妹子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事情很快发酵，直通高管，跟着我被锁帖屏蔽，外加禁言账号冻结，我的资料也被第一时间调了出来。你丢不丢人？这点破事闹得人尽皆知，真是丢我们中心的脸。那个黄部长，川主任怎么处理？就一个愣头青，还是外地来的孤儿，走，随我去修理他。川主任，我不管事情是真是假，你立即删除在社交平台和内部论坛的帖子，同时出具一份书面道歉，承认你的不实言论和故意诽谤他人，否则你就没必要留在这里工作了。黄部长的下马威想让我屈服，欺负我是职场小白，但我可是有系统叠在身的男人，哪能如了他的愿？啥？让我道歉？你的脸好大！你要是想继续干下去，就必须按我说的办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应该道歉。我在社交平台上的粉丝太少了，没能把本公司的社狼性企业文化传播出去，让全天下人都知道，这是我的失职，我道歉。你不等二人发飙，我紧接着说道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刚刚灵机一动，突然想到一个快速传播的好办法。听到我的话，两人顿感不妙，紧张地盯着我。在你们来之前，我把排名前10的娱乐明星都骂了个遍，然后他们的粉丝都跑来骂我不要脸。我一看这部机会来了，反手就把罗经理的精彩视频艾特给他们，跟他们说我就是这么不要脸，有本事你们转告别人。哇塞，那些明星粉丝瞬间爆发了，短短几分钟，视频播放量就冲上100万。烧操作，大家都呆愣住了，场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哎，你们这都什么表情？听懂了就给个掌声了。穿越，你这行为就是在自绝于职场，还不快点删掉视频，小心公司通告全行业封杀你！来啊，你快点把我那个啥，我都等不及了。眼见我油盐不进，黄部长也怕把事情闹大惊动高层，咬牙盯着我。穿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立即删除视频并做出道歉，否则……行了，你就别说废话了，赶紧利索点，开始吧。开始什么？罗经理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把我那个啥，还要我手把手教你吗？麻溜的，我还赶时间呢。离失业补偿包就差一步，我放飞了自我，怎么爽就怎么来。你特么是疯了吗？穿越，我警告你，公司不但要开除你，我还要告你诬陷我清白，送你去踩缝纫机。正在这时，黄部长的电话响了起来，他的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。事情闹大了，公司高层已经震怒，你自求多福吧。上班第一天，我成功搅黄了工作，顺便带着3位同事一起失了业。哎呀，罗经理，好巧啊，你也是来办离职手续的吗？我他妈穿越，你别欺人太甚！要不是你个铺盖，我至于被公司净身开除吗？哎，瞧你这话说的，老罗你这是罪有应得，是恶有恶报。话说你应该要感谢我，我的一个视频把你带火了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去做直播带货，它不香吗？我他妈高兴你个锤子，带你大爷的货！老子本地人，有车有房有人脉，信不信我明天就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？我信，那我们赶紧快乐的去离职吧，我都等不及了。美女，我来办个离职手续，我赶时间去庆祝，麻利点哈。
人事专员哪敢怠慢？我上班才半天时间，就让3人成功失业。平时半小时的手续流程，今天只用了5分钟，就把我打发到了公司大楼外。检测到宿主刚刚失业，心灵受到很大创伤，系统正在定制相应的补偿文案。世间最美好的声音就是筒子的叮叮声。阿筒，爱老虎油。由于宿主在工作中勇于保护下属员工，且在工作中受到不公平对待，系统将给予宿主50万元补偿。接着，我手里凭空多出一张不记名银行卡。系统，你真是太给力了，真是我的贴心小棉袄。一顿兴奋后，我突然发现了不对。系统，这就完了，那个工作包分配的功能呢？喂，别装嘎，你给我出来解释解释啊！我巴巴的叨叨个没完没了，系统被我叨叨烦了，无奈的蹦了出来。本次补偿并不包括工作安排奖励。听到这话，我顿时傻了眼。我这么努力把夜师了，结果系统不再分配工作，我的火气瞬间就窜了上来。可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有人拉住了我。川主任，那个，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，吻我。看着娇小玲珑的妹子，这一刻我突然没了兴致，决定狠心远离她。因为川哥，我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事业型男人，女人，哼，她只会影响我失业的速度。不用谢，江湖路远，有缘再见。说完，我转身欲走，可就在我转身之际，系统跳了出来。宿主触发主线任务，降低华夏国内失业率至5%以内。我被吓得喷出一口老血，让我一个刚毕业的娃娃背负这份天大的社会责任，我瞬间炸毛。系统，你要高我就一步到位。全国人口14万万，其中还有那么多有钱人、家庭主妇，怎么可能出来工作？主线任务不限时哦，可分阶段完成，每完成一定比例，都将得到意想不到的奖励呢。什么奖励？听到意想不到的奖励，我的好奇心瞬间被勾起。比如系统升级，或者获得特殊能力。特殊能力，换个说法就是超能力。那个阿童啊，怎么认定失业率呢？那些一心躺平的、无法工作的老人或小娃娃，身怀6甲准妈等等，这些怎么算？25至60岁拥有劳动能力，且签订正式合法就业合同，每月能获得工资的，即认定为就业人群。看到系统给出的条件，我一堆问题就冒了出来。1灵活就业的算不算？2签纸没签合同的算不算？3签了合同不给工资的算不算？4拖欠公司跑路的算不算？5在瞎搞自媒体的算不算？你说的这些情况都不算。靠，你逗我玩呢？那群宅家写小说、做沙雕动画的自媒体人，都要我管他们就业吗？那些拖欠工资跑路的，我怎么能管得着？系统，你这是让我做雪峰那样的择校推荐大佬，可我的是让下岗人群再就业，难道不是一点半点啊？我巴拉巴拉的疯狂吐槽，奈何系统把我当成了空气。好吧，系统现在的失业率是多少？当前社会失业率44.21%，每分钟刷新一次。看到失业率，我亚麻呆住了，让44%的失业率降低到5%。统计数据已刷新，当前社会失业率44.22%。这数据怎么还在上升？全国有10亿人，劳动人口约6亿，失业率降低到40%，我不得帮助2.4亿人再就业。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为了系统补偿包，我还是选择接受。宿主接受主线任务，系统面板自动加载成功。看着系统面板，我嘴角直抽搐。特么什么都要积分才能兑换，想要获得积分，就得完成主线任务，直接杜绝了我摆烂躺平的想法。阿童，随机分配工作机会，能不能赊欠一次？宿主在想屁吃。无奈我只能绞尽脑汁想办法。忽然，我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一个妙招。我自己开个公司，专招失业的底层人口，只要我公司开得够大，就能清空劳动市场大部分失业人员，失业率不就打下来了吗？我每月努力失业洗4，就能让公司正常运转，哈哈哈哈！我真是个大聪明。全国失业率高达44%，系统居然让我降低至5%，我竟然还接受了这离谱的任务，只因我有了周全的计划。我打算开个公司，你来当公司老板，干不干？哪里？谢慕成不敢置信地张大着嘴，被我的操作惊得目瞪口呆。你没听错，我出钱开公司，你来做公司老板，因为我有特殊原因，暂时不能在自己公司上班。因为主线任务肯定需要大量资金，我只能分2步走，一边开公司收纳失业人口，降低失业率，一边到其他公司刷补偿包，用于反哺自己的公司。喂，回审了，让你当老板，你红脸是怎么回事？答不答应你倒是给句痛快话。我乐意。川主任，你今天不但救了我，还如此信任我，你就是我的伯乐。
恭喜宿主得到一位 C 级员工效忠，而且该员工天赋特殊，奖励积分值300点，请宿主再接再厉哦。突然的奖励我有点懵，随便开个空壳公司，随便招个员工就得到300积分，那可不可以？宿主积分超过100，系统自动激活隐藏技能，扣除100积分，奖励知人善用技能。系统，这个技能有什么用？宿主可通过该技能查看人才的天赋等级及特长，以及适合的工作岗位。这不就是一个人才检测器吗？我立马点开知人善用技能，扫向周围人群，发现路人头顶都是黄色的问号，只有我身边的谢幕城是浅蓝色的。我好奇的虚空点击他头顶的问号，系统很快显示了检查结果。这舞蹈竟然 LVR， 这不就是传说中能歌善舞的天使文秘吗？还精通3门外语，妖兽了！接着我再次点击一个路人头顶的问号，扣除10点积分，知人善用技能每天只能免费使用1次，继续使用每次10点积分。我特么10点积分就检测了个3无人才，看来只有头顶有特殊颜色的才有价值，不知道绿色会是什么人才。系统，人才分几个等级？人才共分 S、A、D、C 第5个等级，可通过不断学习就有机会提升。对了，老板，我们公司叫什么名字？经营哪些业务？我一下子被问住了，一顿猛操作，竟然忘记给公司取名。我们公司致力于打造全球最良心的综合行业集团，简单来讲，就是什么业务都做，就叫良心公司吧。那个什么都做，没有具体主营业务，人才招聘没方向啊，老板。我再次被噎住，开公司就是为了收容各地失业者，我只能错开话题。人才招聘这个简单，小陈你先联系你的同学，就是毕业后长期找不到工作那种，让他们来给你打下手，你们知根知底，都是年轻人，好沟通。我越说思路越清晰，近年来毕业生近半都没找到工作，这可都是高学历的失业人群，诞生特殊天赋的几率越高，这样一来不但降低了失业率，还送来了高额的积分奖励。听完我的话，谢幕城感动的稀里哗啦。老板你真是太好了，您老放心，我一定会挑选几位能力出众的同学进公司，定会管理好他们，绝不让他们偷懒，如果表现不合格，我第一时间开除他们。我一听要开除员工就急了，到时好不容易降下去的失业率不又得涨回来。小程啊，每一位员工都是公司的宝贝，要把他们当成家人看待，要给他们足够的成长时间，记住，除非他们主动强烈拼了命的要辞职，否则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员工兄弟，明白吗？老板，你真是天下最好的老板，我一定努力工作，把我们的集团做大做强。恭喜宿主得到一位忠诚度100%的忠心员工，他将是你可以依靠的左膀右臂，奖励积分值300点。窝巢，竟然还有这种赚积分的方法！我被这种意外的奖励震惊到了，这可是一个刷积分的野路子，看来以后得努力培养员工忠诚度，我就可以躺平了。回到家，谢幕城立马向2位待业闺蜜发去了邀请。姐妹们，天大的好消息，我喜当公司老板了，快来投奔我吧。爱了，我最近刚好股票投资失败，生活正揭不开锅呢，幕城你可要好好照顾我呀。我最近饭量大增，我妈说快养不起我了，非要赶我出来工作。幕城你那边公司包餐吗？包不包餐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明天才去注册公司，我们明天一起见见老板。谢幕城的2个闺蜜都大有来头，一个从小做着投资之神的发财梦，屡战屡败，月光族；另一个是地道的吃货，看到食物就走不动道，饭量是正常女孩的2倍起跳。这样的组合进入公司，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。我拿到驾照3年，却没开过1天车，系统竟然让我做一位司机。这么刺激的岗位，我有信心分分钟拿到补偿包。第2天，我来到旺达总部司机部门，跟同事一起等待外出领导掀牌子。突然电话铃声响起，来电显示的是李总监，众人赶紧低头装聋作哑，因为他是部门最为讨厌的公司领导。这李扒皮又有公车私用，还从不按规定申请用车，可不是，为人小气还脾气大，爱占便宜爱骂人。每次用车手续都不全，跟他外出最少3小时，还1分补贴都拿不到。老员工都在细声抱怨着，但大家为了保住饭碗，没有人敢上报公司，都怕被他穿小鞋。那个新来的来活了，快来接电话。这种容易搞事的活正合我意，我立马起身接通电话，开始了我的表演。喂，哪位？我是李总监，我有急事要外出，你们部门赶紧派个人开车到广场等我。好的，李总监，我是新来的司机穿越，我马上到。挂断电话后，
我又老神在在的坐回位置上，跟没事人一样玩起了手机。直到10分钟后，老司机们再也坐不住，全都议论开来。靠，这新来的司机怕不是在玩火啊？这小子在玩什么花样？是不是不打算出车了？新来的那李总监的脾气可不好，去晚了他可会发火骂人的。我放下手机，看向好心提醒我的老司机。那个李总监能不能开除我们？这他没有直接权利，但他跟公司高层很熟，他要是给你穿小鞋，那你可就倒霉了。我一听可以间接开除我，顿时来了精神，开始整活。这小子怎么还躺下了？真是急死个人！那小子不肯去，李总监岂不是又要来找我们麻烦？终于，其中一个老司机再也熬不住，开始质问我：新来的都10多分钟了，你怎么还不去？急什么？刚才打电话不是说了吗？我马上就到。然后呢？你就这样坐着？马上啊！我又没说具体几点到，一会儿也算马上，半个小时后也算马上，明白吗？众人被我的胆大妄为惊得目瞪口呆。就在这时，电话再次响起。喂，哪位？你搞什么？我10分钟前打电话来要车，怎么车还没来？电话里传来李总监的怒吼，我却觉得他火气不够旺，决定再刺激他。你谁啊？是我。你刚才接过我的电话，你怎么还在里面？没想到我的声音这么动人，一个陌生人都记得如此清楚，看来我是有当歌星的潜质啊！你个司机老胡说些什么？快点开车出来，我有急事。你到底谁啊？李总监气得肝疼，咬牙压住心中的火气，严肃道：我是李易峰，李总监，我有急事要用车，快点开出来。原来是您啊！您怎么不早说呢？早说我早就开出来了。那你现在还不快点滚出来？好，马上到。我再次挂断电话，然后又坐回原位刷起手机。老司机们看到这一幕，全都傻了眼。宝贝，今天公司太忙了，你先别生气，回头我给你买个包包。先不说了哈，这段路信号不太好。你搞什么？我他妈都等了半小时了，你到底有没有点时间观念？赶紧的，去中海天悦小区，要是耽误了老子的大事，我回头扣光你这个月的工资。怎么只扣公司不开除我？这哪行？看来刚才的火候不够，我得想办法再激怒他才行。于是我直接启动汽车，朝着最近的出口驶去。快停车！你到底会不会开车？停什么停？是你开车还是我开车？别瞎指挥！什么瞎指挥？他妈你会不会开车？这个方向是广场入口，是逆行，你懂不懂交规？此刻李易峰的怒火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。李总监，你不是赶时间吗？我这是为了争取时间啊！我不再理会李总监，直接把车开到入口车道，对着前方的保安招招手。那个小保安快开闸！公司的李总监有10万火急的事，我们要从这边出去。看着逆行而来的车辆，张队长快步来到车窗边，满脸怒色。你搞什么？这是入口，你知不知道？赶快开走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没看到车里坐着的是李易峰李总监吗？你快点开闸，别耽误了李总监的大事，小心李总监扣光你的工资。我的无脑操作，坐在后排的李易峰吓得脸色大变。你这个司机快闭嘴，人家可是保安队长，是公司的重要管理人员，你怎么能这样跟张队长说话的？李易峰说完，又伸出头来冲着张队长示好。张队长，那个不好意思哈，这个新来的司机不懂事，我们马上开走。但我哪会放过这种挑事的机会，赶忙插话道：不行，李总监可是有10万火急的事，耽误了他的事就是耽误公司的发展，耽误公司的发展就是公司的罪人。快闪开！小保安，你快去把闸打开，否则你就是公司的罪人。你赶快放行，要是耽误了李总监的事，你就是公司的罪人。我的狂妄之言让李总监和张队长惊得目瞪口呆。我怎么就成公司罪人了？明明是你们违反交通规则，就算有天大的急事，也不能逆行。坐在后排的李易峰简直快疯了，心里面羊驼满天飞过，嘴里却咬牙客气道：穿越我的事不着急，你掉头到出口处出去也来得及。李总监，你真不急？真不急。嗨，你早说嘛，看把我急的。没办法，我只能磨磨唧唧的调过车头，摇摇晃晃的向着出口开去。没想到张队长却不干了。小子，你先别走，留下你的名字，老子今天跟你卯上了。听到身后的怒喝声，我顿时来了精神，立马紧急刹车，然后开始我的表演。哎呦喂，保安兄弟，我叫穿越，今天新来的司机，你可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啊，千万别忘了。我这种没事搞事，想尽办法拉仇恨，多个敌人多条路的做法，
李总监被吓得脸色煞白，哪敢让我继续开车，慌忙喊道：停！我要下车，我要下车！听到叫停的声音，我哪能如了他的愿，一脚油门轰下，汽车直接甩尾飘上主路。可嗨，那个李总监，你刚才说了啥？我没听清楚。这时李总监哪敢搭我的话，生怕惹毛我这个愣头青司机，看着我手忙脚乱的车技，他小心翼翼地问道：那个小川，你开车有几年了呀？嗨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几年不几年呐？我拿到驾照都3年多了，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路。啥玩意？第一天？对啊，3年前就拿到驾照了，今天是我一个人独立开车。听到我的话，李总监魂都吓掉半截，强制镇定后，好声好气对我说道：小川啊，高速路上车稍微开快一点点，开慢车是很危险的。李总监，你不是说不急吗？我怕开太快你早到地点，影响你的正常计划。我刚才不急，但是我现在急啊！你能不能给我开快一点，至少保持80码？现在几点了？11点半了。一听这个时间，我立马从前方下了高速，把车开向一个偏远的荒郊野外。喂，你为什么在这里下高速？都还没到地方呢。到不到地方无所谓啊，现在到饭点了，我每天都要按时吃饭，不然我就会饿得头晕眼花。李总监忍着怒气，咬着牙，委婉客气地看着我。那个小川啊，再坚持呗，我是真有急事，正赶着过去呢。不行，我到饭点了，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我妈常说吃饭不积极，脑子有问题。李总监见我油盐不进，只能自己叫网约车，但这荒郊野外的啥也叫不来，心中的怨气开始爆发。川越，你是存心整我的是吧？把车开到这破地方来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摊上你这么个司机。李总监别激动，你等我吃完饭，保证送你过去，我还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哦。哼，这犄角旮旯的，没车没电，你吃的什么？你哪来的什么惊喜？吃的当然是叫外卖啊，至于惊喜吗？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李总监被我的话勾起了兴趣，狐疑的看着我。我跟司机部的同事说了，以后你出车我全都包下了，怎么样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你听闻噩耗，李总监当场崩溃，怒火一下子就窜了上来。但就在这时，他电话声音响起：宝贝，我这边还在高速上，车子半路出了一点状况，等不了了。来电话的是李总监插在外面的小彩旗，我哪能错过搞事的机会？嗨，李易峰，快点拉起鱼钩，鱼都跑了。好你个李易峰，你个王八蛋，又去钓鱼不来陪我。电话挂断，李易峰脸色铁青，憋了一天的怒火终于爆发。川越，你他妈是不是有病？存心找事！我要让你在公司一天也待不下去。一听这话，我瞬间激动了起来。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，你怎么现在才下定决心？赶紧的呢！你有种就现在送我回公司，我要让你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。好嘞，你记得用最严厉的处罚来回击我，要不然我会看不起你的。李易峰果然没让我失望，回到公司立马带着人事专员找上了我。你就是川越吧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已经被调到保安队了。啥玩意？调到保安队？我亚麻呆住了，费劲巴拉努力了一上午，居然不是开除，特么心态崩了。那个，你确定没搞错？不应该是给我办离职手续了吗？离职？离什么职？走吧，我带你去新岗位。到了保安亭，看着亭子旁边的厕所，我哪能甘心继续搞事？孙子，说好用最严厉的方式处罚我，你就这点手段，我真是太高看你了。臭小子，我的手段多着呢，你慢慢在这里体会吧。李易峰说完，转身嘚瑟的离开，但很快他就后悔给我调岗，因为我逮到了公司的大 boss 旺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。我一个箭步冲过去，大吼道：站住！姓王的，你不准从这个门进！我逮到了公司的大 boss， 上去就是一顿怒喝。站住！姓王的，你不准从这个门进！被我怒喝的正是公司老板王健。保安队长见状，吓得脸色煞白。哦，那你告诉我，我为什么不能从这个门进？那个，我接到李易峰李总监的指令，这片区域不准那个姓王的进来检查。没错，就是你，王健。王健听到此话，瞬间来了火气，自己突击检查不但被人发现，底下人还想隐藏东西来糊弄自己。你小子是谁？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检查？哼，我是谁？我可是李总监的心腹。他平时公车私用，都是我开车送他去跟小彩旗见的面。说完，我还特意高傲的扬起头，张队长则吓得双腿发软，
直接跌坐在地上。我他妈，穿越这小子怕不是有毒吧？天杀的李易峰，把这么个愣头青弄我部门，完了，全被拖下水了。李易峰是谁？去把他的资料给我找出来。不到1分钟，王健手机就收到了李易峰的全部资料，立即通知人事部，把李易峰和他的这个心腹小跟班一并开除。我们旺达不要这种作风败坏、无法无天的员工。喜从天降，果然得罪老板才是失业最好的办法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决定再加一把火。那个老王头啊，我叫穿越，是保安部的，开除的时候可千万别弄错了我名字哦。王健闻言嘴角直抽抽，火气顿时加重3分，咬着牙继续补充道：另外，保安部的队长也一并撤职，通知公司审计部查清他们每一笔账务，等调查完后再给他们办离职手续。回过神的张队长眼里全是怨毒，扶墙走到商场角落，拨通了李易峰的电话。你他妈的李易峰，你个杀千刀的现在在哪？老子他妈跟你拼了！我千辛万苦保到保安队长，我容易吗？我不知送了多少礼，求了多少人，全被你丫的给毁了。听着电话那头张队长呜咽的咒骂声，李易峰满头雾水，赶忙出声安慰：老张淡定，你现在都是部门主管了，凡事要稳重点，有什么困难咱哥俩慢慢说哈。正在这时，人事经理走了过来，冷冷地看着李易峰：李总监，你被开除了。王董刚刚发话让你今天就滚蛋，现在正在调查你的经济问题。那个谁，我进公司的时间段能不能先查我？我急着去办离职手续。哼！喂，别发呆啊！老王头，你倒是给个准话。你倒是头铁，这样嚣张要求调查的倒是不多见，但这样的人我见多了，最后都很凄惨。那你倒是快查，别逼逼叨叨了。我穿越行事向来光明磊落，你要能查出问题，你儿子跟我姓。嚣张狂妄的样子，王健看得脸色铁青，冷冷一笑：这也就先调查他，给我扎得仔细一点，1分钱都不能放过。10分钟后，助理铁青着脸走了回来，我笑眯眯地迎了上去。那个助理，我的情况是不是调查完了？没事的话，赶紧给我办离职手续啊！我分分钟几万上下，忙得很呢。那小子调查的怎么样？董事长，穿越是今天才来公司上班，上午在司机部，下午被调到保安部，目前跟公司没有1分钱账目往来。听完助理的汇报，王健满脸愕然，看着我贱兮兮的嘚瑟表情，内心的憋屈无处发泄。赶快给我把那小子开除，我1分钟也不想看到他。我刚拿到离职证明，系统就立马跳了出来。检测到宿主再次失业，且工作中从事过2个岗位，系统给予双倍补偿，共计100万。为了获得系统补偿，我开了家公司，招了2位奇葩人才。老板，这2位是我同学，他叫秦雨佳，平时喜欢吃东西；他叫黄雪颖，平时爱搞些投资。我死死地盯着这2个女孩，一声不吭地发着呆。奇怪，为毛线新招的这2位新员工，系统没有积分提示？只有对宿主效忠的员工才能带来积分，并且忠诚度越高，积分越多哦。好妹子，这个功能不错哈，以后通过积分的多少，我就能辨别员工的卧底或叛徒身份。老板，回神了，哪有一见面就盯着人家姑娘看的？那个黄威仪、秦雨佳，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公司。几人一番寒暄介绍后，来到了会议室。老板，公司都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了注册，不过你还需要签署这份公司代持股权协议合同。行，按我们事先说的，羡慕成你为公司老板，全权管理公司。很快我就在代持协议上签上大名，按下手印。检测到宿主拥有1家公司，公司资料加载中。提醒宿主，公司排名及规模提升，可以获得积分值奖励哦。哎呦喂，统森你真是太贴心了，没想到提升公司的规模和排名，居然可以获得积分奖励。我的兴奋还没有焐热，麻烦事就开始了。老板，员工工资、工作制度、公司经营业务及各职能部门组建，都需要你尽快定下来，否则下周我们就没事可做了。一麻袋的事情要我决定，我顿时头皮发麻，把自己丢进办公室，埋头思考公司的发展规划。首先建立合理的资金池，将补偿现金分成3份，1份转入公司账上，用于公司的日常支出；1份转入备用现金账户，以备不时之需；1份我自己享用，作为失业后的自我补偿。其次就是员工工资。想着，突然我灵机一动，有了个馊主意。老板，看你这一脸嘚瑟的小表情，不会有好事要宣布吧？是的，关于公司的福利制度，
我们公司的目标非常宏大，但目前公司处于创业阶段，能给大家的工资并不高，但我会从福利上给大家足够的补偿。一听工资不高，大家伙的心都烟巴了下来。哼，果然如此，我就知道会找个借口压低工资，然后给些小恩小惠来哄我们。老板，工资到底有多低？你说出来让我们死心吧。那个，目前每人每月3000块。啥？一个月3000？听闻只有3000的工资，大家再也坐不住，全都纷纷议论开来。川哥，这工资是不是太低了？我养不起家人呐，你能不能再多点？是啊，老板，这工资根本不够我吃饭啊！看着众人急切而失落的样子，我赶紧补充道：大家别急，先听我把福利制度说完。你们每月除了现金工资3000，还会补贴3000个良心币。良心币？是的，我会建立一套公司内部积分系统，用于兑换公司内部的各项福利，比如花几个良心币支付餐费，或者花10万良心币换房子。我的话音刚落，所有人惊得瞪大双眼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疯了吧？这是良心币换房子？老板这是什么脑回路？居然能想出这种神仙操作？老板，良心币真的可以换吃的吗？一顿饭需要多少个良心币？目前暂定一顿饭10个良心币，管吃饱那种。哇哦，老板，不对，编你真是太好了。我平时一天要吃6顿，家里都快养不起我了，这里一天才60个良心币，太幸福了。川哥，那良心币可以换钱吗？我每个月还要还房贷呢。当然可以，不过良心币的提现与充值都会扣除20%的管理费用。随着一个个问题的解决，公司的几个明星终于安定了下来。老板，我们公司招聘有什么明确的标准吗？有的，长期失业人群优先，比如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，中年失业很难就业的，还有灵活就业收入低的，等等等等等。看着众人看我像看傻子的眼神，我不等大家回过神来，继续说道：另外，为了节省劳务费、加班费、电费、空调费，我先定2个原则：一是公司绝不主动开除员工，除非员工触犯法律；二是公司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加班加点。场面瞬间寂静，心跳心逐渐急促了起来。川哥，你开的这是什么神仙公司？你以后叫我往东，我绝不窜西，我这辈子就是你的人了。呀，恭喜宿主得到一位地级员工100%的效忠，奖励积分值30点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老板，公司允许一边上班一边吃零食吗？当然可以，上班的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但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哦。呀，恭喜宿主得到一位 C 级天赋特殊的员工效忠，奖励积分值300点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那你哥都还没有开始发威，就得到一个特殊天赋妹子的效忠了。我的个人魅力这么强的吗？也不知道她的特殊天赋是什么。公司招了个投资之神，买啥啥跌，卖啥啥涨，我却把他当成一个宝。C 级人才，精通理财管理和金融投资，天赋。看到黄威颖的天赋，我亚麻呆住了。买啥啥跌，卖啥啥涨，这天赋还要炒股，还投资明灯，就应该送到敌方阵营去祸害别人。想到昨天答应黄威颖公司拿钱给他炒股的事情，我现在悔得肠子发青。老板，公司能给我笔炒股基金吗？赚了给我提成就行，亏了分期扣我的积分。你像黄威颖是吧？你这工作态度我非常满意，那公司就正式成立投资部。小程，你设置一个投资账户，交给黄威颖，让他一展抱负。啊，老板不要啊，小颖她还很年轻，投资经验不太足，你一下子给她太多钱，我怕。怕什么？经验都是积累起来的，让他多吸取几次成功投资经验，说不定将来他还是我们良心公司的投资之神呢。看到我无条件的支持和信任，黄威颖感动的稀里哗啦，赶忙站出来表决心。老板，就冲你这句话，老娘将来一定给你赚一个小目标回来。恭喜宿主得到一位 C 级天赋特殊的员工效忠，奖励积分值300点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老板，那个股票账户准备好了吗？钱打进来了没？我已经急不可待了，我今天就要为公司建功立业。看到这个投啥啥赔，卖啥啥涨的姑娘，我头大如斗，心里装的满满的全是嫌弃。老板，你就放100个心吧，炒股这块我是专业的，全球几大投资市场我都混过，只要钱到位，保证给你满意的回报。我放心你个3大姑4大姨，就凭你那出手就赔钱的天赋，还给我满意的回报，想屁吃怕不是？突然一道灵光闪过，我找到了财富密码。既然他买啥啥跌，卖啥啥涨，那跟他反过来不就可以了吗？我真是个大聪明。想到这，我立即收回刚才嫌弃的眼神，换上一副喜得大宝贝的嘴脸。
那个微影啊，这2天是周末，你先回家，好好研究研究买哪只股赚钱。下周我们就正式开干。好嘞，老板，你就等我好消息吧，等我下周给你来个开门红。说完，扭着自信的腰肢离开了公司。谢慕成看着四下无人，悄悄咪咪的来到我身边。那个老板，小影她运气有些背，这些年投资她就没赚过钱，赔的就剩下裤衩了。3天饿9顿说的就她。安了，我知道了。所以为了公司着想，我还有一个 B 计划。哪里 ？B 计划？对，你周一开2个企业股票账户，黄微影的账户打入5万资金，另一个账户打50万，接着他买什么你就反过来买，这样肯定不会亏。老板还能这样操作？自从打通了黄微影的财富密码，对吃货妹子的特殊天赋，我就变得格外期待了起来。老板，你叫我，有什么安排你尽管说。看着眼前这位左手面包，右手奶茶，嘴里叼着热狗的女孩，我直接对她开启知人善用技能。我勒个亲娘嘞！竟然是魏王天赋，尝一口可知其食材配方。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想到美妙处，我差点流下哈喇子。这样的人才必须留住，只要提升他的忠诚度到达100%，就能对我无脑效忠。秦雨佳，我看你对美食很有研究，我决定让你担任良心公司食堂部的主管，统筹所有相关工作。真的吗，老板？太棒了！周一可以天天做好吃的东西，让大家品尝了。只要你管理得好，以后良心集团餐饮部你说了算。恭喜宿主得到一位 C 级员工100%的效忠，奖励积分值300点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这就100忠诚度了。现在的年轻人也太好忽悠了吧！系统让我做带货主播，这次整活我经验十足，敬请期待我的花活表演吧。来，啥也不说，直接上货。产品好不好买了才知道，是家人就闭眼买，不买不是家人是仇人。老铁们，原价1999，现在只要99，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你们不下单还是人吗？一股子直播电商的氛围扑面而来，我浑身一个激灵，吓得赶忙收眼离开。你确定没搞错？让我半夜直播？新来的所有新进实习主播都是安排在这个时间点开播，黄金时间段都是我们8个大主播的主场。听着直播总监满脸不耐烦的语气，我开始预热整活。按你的意思，我们这些小虾米就只能在凌晨直播了。那个爹不亲娘不爱的时间段，能有几个关注？直播总监的威严受到挑衅，咬牙压下心中的火气，冷冷地看着我。只要你能在半夜直播拿到单场5万销售额，就可以直接转正成为助理主播，获得跟我们8个同场直播的机会。亲，你看不起谁啊？这地方我1分钟都不想多待，还想让我转正？想屁吃你怕不是？且看我表演。行了，既然我要到晚上才能直播，那我现在先回家补个觉先。说完，我直接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转身准备离开。站住！现在是上班时间，谁准你回家睡觉的？每场直播前都有大量工作要准备，你赶紧去和运营把话术背熟，把产品特性和卖点给我记牢了。一听不能回家，我立马开始下一个方案。这样也行，那我们来算算我的加班费吧。啥子加班费？年轻人你还真是天真，在我们直播电商界压根就没有加班这个概念，还加班费？直播总监说完，直接转头开始吩咐直播助理和运营。小段，你好好带小川，让他尽快上手。另外，小江，你针对他这外形，给他设计一个适合的人设。说完，鄙视的看了我一眼，直接转身推门而出。啥玩意？哥从来都是对天、对地、对空气，今天居然被人甩了脸色，这还得了？我也直接转身准备出门。小川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你要是不熟悉整个流程，晚上我们怎么直播？打住！哥这么放荡不羁的性格，我平时直播都是即兴发挥，这些条条款款只会限制哥的表现。那好吧，话术你就不用背了，不过这产品卖点你总得看看吧。说完，小段把几个样品和产品卖点递到我面前，我随便看了一下，然后我直接看傻了眼。这燕窝怎么会这么便宜？才40块一盒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假的了，真燕窝怎么可能卖这么便宜？那你们这不是在售假吗？我也不想的，我就一个打工嘞，只能听从把老板的安排。不过他说现在没人管，让我们别瞎紧张。聊着，小段突然爆出一个大瓜。什么？公司1个月竟然偷税漏税上千万？
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们现在不好好的嘛，把老大说了，咱公司上面有人，随便搞不用怕的。我不敢置信地张大着嘴，突然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一把扔下资料，开始整活。我直接叫来我的专职司机，接我离开公司，走进面馆，饱饱地吸溜了一顿面条，然后回到家，把自己丢进被子，呼呼大睡到5点起床，再泡上一缸热水，安逸地享受半小时，奖励自己一天的辛苦劳作，美美的吃上一顿大餐，最后再悠哉地去公司上班。啊，这才叫生活吗？哎呀，川主播，你老人家可算是来了，现在都快9点了都，再过2个小时就要直播了呀。看着2个满脸焦急的同事，我一脸的不在乎。急个毛线球啊！你们2个，这不是还有2个小时的吗？做大事的人，凡事要淡定，淡定知道吗？好好跟我学学吧，年轻人。听到我这剑里剑气欠抽的话，2人气不打一处来。我的大爷，求你认真一点，行吗？总监一个晚上已经来问你3遍了都。小川，你胆儿还真肥，给人事部的号码居然是空号，打总监气的不行，回头小心公司扣你工资。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推开，化妆师急吼吼冲了过来。哎，哥这颜值都已经触及天花板了都，还化什么妆？化妆师抬头不屑地看了我一眼，冷冷一笑，见过自信的，没见过你这么自恋的，不过就你这形象，倒还真适合这次的人设身份。人设身份？我什么人设身份？突然我心中一紧，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公司给我编撰的直播人设直接惊掉我的下巴。你们做事就没底线的吗？还清北学霸，年轻科学家，身患绝症，还他妈人生落幕前的直播倒计时。川主播，淡定，时间来不及了，你快背书你的人设，别到时候露馅了。此刻我心里怒火翻腾，哪听得进助理的话，直接一把资料甩到他脸上。特么，有你们这么瞎编的吗？我就一个压线爬上的普通2本毕业生，哪来的什么清北学霸？现在还要全网直播坐实虚假身份。川主播，怕什么？只要你不说，就没有人知道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。行，这条我就忍了。那什么年轻科学家和身患绝症这2条，你又怎么解释？我这么大个壮小伙，哪里看出像身患绝症的样子？你当观众眼瞎不成？这就个很好解释了。到时如果有粉丝问起，你就说是研究冷门领域的科学家，粉丝不会去查证的。至于身患绝症就更简单了。助理说完，抬手递过一面镜子，很是满意的说道：怎么样？这妆画的是不是很必有特色？耐不耐死？阿拉手不阿拉手？看看你这苍白到吓人的脸色，一双不甘的小眼神，你不卖惨那就是在埋没你的天赋。看着助理滔滔不绝的张嘴扯瞎话，我忍无可忍，直接打断道：你们这不是在骗人吗？从产品到宣传全都是假的。川主播，你这就没见识了不是？咱们这一行有不假不虚不骗人的嘛，反正你只要记住，越是卖惨货越好卖。听到这话，我亚马呆住了，制假售假，还理直气壮的虚假宣传，这家公司简直摧毁我的3观。行，你们别后悔就行。我下定决心，一会开播就直接自爆内幕，揭穿这家3观不正的骗子公司。而就在此刻的另一边，一场针对我的阴谋也悄然拉开。姐妹们，今晚我们一起大闹穿越的直播间，那骗子居然说他是什么清北学霸，年轻科学家，现在身患绝症，我看他8成他是要卖惨骗钱，到时我们一直曝光他。打电话摇人的是我的前女友，自从被我撸掉工作后，他们全家气到爆炸，气势汹汹的上门找我算账，而我早已退租弃卡，注销了网络账号。清茶，你有把握揭穿穿越那坏小子吗？放心吧，老妈，我们这次摇了小100号亲友，只要我们在他的直播间不停刷屏，揭露他骗子的身份，一定能让他喝一壶的。开播就有上万人，川主播你的人设火了，今天我们的100万场观不是梦。此刻开播暖场话术响起，10年寒窗读书苦，只为今朝梦想成，投身祖国欲献身，哪知病魔来缠身。家人们，老铁们，我们今天的主播，年轻科学家，清北学霸，病魔战斗者穿越，在他人生最后时间，想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。支持他的家人们，请不要吝啬你的关心，点击屏幕右下角送一束花保暖我们的学霸穿越。转瞬间，直播间人数突破3万，但前女友却气到爆炸。姐妹们，快点攻击穿越这个骗子！怎么会这样？刚发的信息又没了。我讨厌礼物特效。看着满屏幕的小礼物，前女友发的信息全都被礼物特效掩盖，她的努力注定白费。我勒个亲娘嘞！打赏一转眼就上万，这也太火了吧！
家人们，你们还可以点击小黄车，力所能尽的买一盒燕窝，自助穿越与病魔抗争。看着同事叨叨个没完没了，我直接上前打断，开始我的表演。哎，你逼逼叨叨个没完了是吧？到底你是主播还我是主播？快给我闪开！川哥我要开大招了。我开播放大招，上来就曝光自己的虚假身份，直接揭穿了公司产品黑幕。你们全被骗了，我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家、学霸，得了绝症，全是他们虚构的，都是为了卖惨博得你们同情，割你们这些韭菜的。老子今天才刚上班，看不惯他们的这种欺骗行为，所以我要揭穿他们，曝光这种三观不正的公司。对了，刚才打赏的粉丝，一会记得找公司退款哈。场面瞬间寂静，直播间同事和在线观众们同时爆炸开来。什么？全都是骗人的？吼，八哥不可能骗人吧？他们不是把我们当家人吗？你们还真是单纯的可爱，人家那是把我们当韭菜呢。知道真相的粉丝们在评价区里吵翻了天，纷纷吆喝着取关和退款。直播间里的同事也全都乱作一团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你们两个在搞什么？你们是瞎了还是聋了？竟敢让他乱说话！为什么不上去阻止他？现在粉丝们都在找客服退款，还有粉丝跑到其他直播间乱带节奏。来，退款的记得跟客服说哈，我代表公司跟家人们认个错，公司承诺一定全额退款。对了，之前买的东西也可以退哦。想退就退呀，退得痛快，这种起码不用理睬。听着我拉耳朵的歌声，直播总监心中怒火翻腾，火气直窜天灵盖。总监，赶紧切断直播信号吧！不行，刚开直播就关掉，这样会激怒愤怒的粉丝。操作不好，他们会到我们其他直播间闹事的。总监看着我贱贱的样子，咬牙沉声道：“你俩快上去拉开穿越，跟粉丝们说他这里受到刺激，旧病复发，不要听他乱说。”两同事并不傻，这种场面谁上谁挨骂。运气好的话，再上一个热搜，以后找工作多困难。全都低着头不说话。就在这时，八哥一脸兴奋地冲了进来。这新来的主播真是不错，说着一手指向显示屏。这场直播的场观马上就要破100万了，而且进直播间的人还越来越多。人才，我得重点培养他。老板，这样不合适吧？这小子有些不受控制啊。怕什么？这小子很有灵性，居然能想到用自爆的方式引起关注。不行，我得过去和他连个麦，助他一臂之力。说完，八哥直接挤到我的直播位置，大声地吆喝了起来：“家人们，你们想我吗？我给大家介绍介绍，这是我的农民兄弟穿越，他刚才表演的怎么样？给他鼓个掌，感谢他的精彩表演。”突如其来的反转，观众顿时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，评论区直接安静了下来。我的妈，什么情况？我明明是在直播拆台啊，这八哥还巴巴凑上来，这不是逼我继续加料吗？我转身拿起一盒燕窝，开始我的表演。大家好，我又要爆料了，快看这个燕窝，它就是个假货。具体假到什么程度呢？请注意看包装，成分全是糖水，里面没有一点点燕窝成分。说白了，它就是一种风味饮料。重点是它的价格，我们进货价5块一盒，卖给你们20至40块。韭菜们，我们一盒净赚你们20多，就问你们爽不爽？我这种自砸饭碗的暴雷，饶是直播经验丰富的八哥，也一时间都懵在原地。我勒个乖乖，真的假的？3更半夜见太阳，太离谱了！难怪我之前喝的时候感觉那么甜，还以为燕窝就是这个味呢。5块钱进的货，赚我们20块，400%的利润。不等众人回神，我继续加码。这99一盒的假牛肉就更不得了了，它里面没有一点肉，全是工艺合成，原材料是淀粉加上添加剂，成本价9块9，卖给家人们99。家人们呐，爱八哥就立马下单，不下单不是家人，是仇人呐！此刻场观早已突破200万人，全都在评价区高喊：无良商家假1赔3。家人们，韭菜们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太阳下了有月光，吃完泡面还有汤，汤喝完了还有缸，大家尽管去申请退款。我们八哥寿司的骆驼比马大，真的不差你们这3瓜2枣的。看到如此劲爆的自爆，叶清茶对我的讨伐无从下手。清茶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穿越居然用这招，纯属找嘎，他这直播生涯肯定是毁了。这穿越就是个扫把星啊，走到哪里祸害到哪里。不过他找工作的跨度和速度未免太快了点吧？穿越，你特么想造反不成？老子非胖揍你一顿不可！说完，八哥再也忍不住，直接向我扑了过来。家人们，我们的八哥要给大家表演狮子王的绝活狮子起猴，大家快录下来。眼看直播间要失控，总监很快反应过来，一把拔掉网线，直接终止这场直播。我也瞬间恢复正常。老板，您没事吧？您刚才的表演真是太到位了。
感谢您的互动，我相信今天咱直播间肯定大火。那个我达标了吗？可以转正了没有？我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，直播间陷入寂静，大家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我。哼，你还想转正？你做的什么春秋大梦？你好好给我等着！八哥说完，怒气冲冲的走出直播间，我哪能就这么放过他？继续拱火道。哎，八哥，你别走啊！我这不是耗子想要喝猫奶，自己的命运得自己改吗？你这一走，我不是瞎子点灯白费了吗？好，你很好。助理，打电话给法务，清查这场直播的损失，我要起诉他，让他赔偿公司所有的损失。我昨天大闹直播间，今天公司要我赔偿1个亿。川主播，由于你违反了与公司签订的协议，并且你个人行为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失，公司将向你索要1个亿的赔偿，这是发给你的律师函。听到1个亿的赔偿，我哑马呆住了，一把接过律师函和解聘通知单，直接转身离开。但八哥却冷冷地叫住了我。川主播，1个亿的赔偿你跑不了的，但我这个人向来仁慈，决定给你一条活路。你只要开直播对公司道歉，承认你的不实言论，我可以考虑给你减免。我哪能听从八哥的瞎忽悠，卷入他们的假货风波，做个接盘侠，成为他的替罪羊，直接冷冷嘲笑道：道歉？道什么歉？你这是看不起谁呢？哥是会道歉的人吗？你传玉，不要敬酒，不吃罚酒。你给公司造成这么大损失，我们公司法务可不是吃素的，而且我在法院也是有熟人的。行了，不就一个虚假宣传卖假货的公司，你一大老爷们还是个碎嘴子，我没空搭理你，忙得很呐，还赶着去下家呢。说完，我再次甩手走人。八哥见状，火冒三丈，黑锅没甩掉，反受了一肚子气，再次上前拉住了我。你给我站住！现在是上班时间，谁允许你离开的？你这是旷工，知不知道？我说你有完没完？我都被开除了，还上个毛线班？你敢再逼逼，信不信我去税务局实名举报你们？每天吹嘘销售我1个亿，以你这德行偷税漏税1000万，只多不少。你再敢叨叨，我送你们一起去踩缝纫机。爽完，我直接扬长而去，留下一众人目瞪狗呆。法务，他说的不可能吧？税务员不会随便听他几句话就来调查我们的吧？不等八哥把话说完，财务经理就窜了过来。老板，我老婆可能要生了，我得回去1、2个月，我只能忍痛向你辞职了。老板，我突然感觉姨妈要来了，看来我也没办法胜任这份工作了，我向您请辞，您务必答应。2位高管的突然请辞，八哥顿感不妙，赶忙严厉拒绝。不批！你俩怂包，不就少交点税吗？多大点事用得着跑路吗？不是，老板，我老婆2年前就怀孕了，我怕回去晚了来不及接生，就这样，老板保重。老板，我感觉这次量很大，我得先去医院住着，晚了怕来不及有侧漏，老板保重。看着高管纷纷跑路，职员们也躁动了起来，一个个手忙脚乱的开始收拾东西。检测到宿主再次失业，同时还受到起诉威胁和巨额索赔，心灵受到严重打击，系统将给予宿主特殊补偿。啥？特殊补偿？不等我询问，系统面板直接弹了出来。恭喜宿主获得特殊补偿科技树，只需激活科技树上的技术节点，就能获得相应的技术。特别提醒，此科技树所收纳的技术全都是跨时代的技术。啥科技树？全是跨时代的科技？我哑马呆住了，赶忙看向那棵弱不禁风的小草图标，直接虚空点击了下去。激活当前技术节点需消耗1000积分值，请问是否激活？我没做多想，直接激活，因为我与日俱增的装叉欲望鞭策着我不断进步。恭喜宿主激活编程机器人，它拥有跨时代的自主编程能力，能够在宿主的认知范围内执行编程任务。会编程的机器人，童子，那我要如何使用？主人你好，我是编程机器人。哎呀妈，吓哥一跳。老西西，我要怎么使用你？对了，先换成嫩点的妹子声音，不然我肾上腺素不活跃。好的呢，主人，这个声音合您口味嘛？您只需给出明确的工作任务，提供详细的需求就行。突然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宝子们猜是啥？我的投资明灯首战失利，信心满满全仓买入，结果3分钟全线跌停，却笑得合不拢嘴。怎么样？这次跟着黄威影反向操作，我们赚了多少？川哥，对不起，我们赔了。啥？赔了？我一脸的不可置信。谢慕成愧疚的低下头，弱弱的解释道：小影上来就梭哈一只股票，结果那只股票3分钟内直接跌停，我都没来得及反买操作。三分钟就跌停，果然是投资明灯，这可真是我的大宝贝。
小程没事的，你明天一开盘就盯着微影，只要他打出卖单，你马上按当前价买入那只股票。对了，你现在去叫微影过来，我劝他明天把股票分批卖出，到时你就能把他今天亏的赚回来。不多会，一脸苦瓜样的黄微影来到办公室。老板，我让你失望了，我今天的投资。看着我的投资明灯，心态不稳，我赶忙上前开导安慰，这可是我行走的摇钱树，我得帮他找回那股子无谓的冲劲。微影啊，大致情况我已经清楚了，正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谁炒股能一次不亏的，都是亏着亏着就赚回来了。听到我的安慰，黄微影的脸色并未好转，而是微微低头说道，其实我担心的不是今天，而是明天、后天还有大后天。我闻言一怔，赶忙追问道，啥意思？按照我多年经验，这种买入就跌停的股票通常会连跌几天。我说姑娘，明知会连跌，那就果断割肉卖出不就行了？可是我一卖出，它就会立马涨起来。听完这话，我哑马呆住了，看着这颗投资界的泥石流，我嘴角直抽抽，只能温声安慰道，那我给你个建议吧，明天开盘只要不是跌停，你就分批卖出，明天先卖一半，后天卖剩下一半，这样我们就能保住大部分本金。可是这样的话，这笔投资就真的亏了啊！看着失落的明灯，我决定放出大招，夯实他的内心建设能力，为以后给他巨额资金让他亏损做好铺垫。小尹了，不要在意一时得失，这笔资金是公司给你练手用的，你放开了操作就是，公司非常看好你，会给你足够的成长空间的，千万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，知道吗？一番暖到骨子里的安慰与支持，黄微影感动得稀里哗啦，这种比父母还要好上3分的老板，黄微影直接沦陷。恭喜宿主得到一位 C 级员工100%的效忠，奖励积分值300点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川哥你放心，等着波哥肉出来，我全力操作我看好的几只股票，把今天赔的钱给你翻倍的赚回来。在另一边，一场针对我的阴谋正在谋划开来。巴老板，这种小事包我身上，3天内给你办得妥妥帖帖。黑老板的能力我自然相信，只是网上粉丝们咬着我们穷追猛打，希望你能尽快约谈穿越，平息一下风波。安了，我现在就联系那小子，探探他的口风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你好，请问是穿越先生吗？看着陌生号码发出的陌生声音，我直接灵魂3问丢过去。是我，你是谁？找我什么事？怎么知道我的号码的？我是黑木律所的黑律师，这天下就没我查不到的事情。听到这么臭屁的介绍，我哪能让他继续装下去？我直接开队。口气这么大，那你倒是说说我今天吃了几粒米，拉了几段翔，尿的颜色几分黄？听到我的回答，黑律师惊得目瞪口呆，不敢瞎掰扯，赶忙直插正题。我们接到八哥互动传媒委托，于明日向本区法院递交诉状，控告你违法。停！就这点破事不用通知我，直接去告就行。我最讨厌你们这些光说不练的。不等对方说完，我直接插话开喷，但这次却遇到了对手。川先生，请你珍惜这次给你的和解机会，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在电商圈引起公愤，你要是不妥善处理，说不定你会被封杀。你只要出面承认这是你的恶作剧。听到电话那头昧着良心说瞎话，我的火气直接窜了上来。你废什么话？听不懂人话是怎么的？就那个卖假货的破公司，还想跟我和解？要告赶紧去告，真是个嫌破产不够快的铁憨憨。你！我一番嚣张的怒喷，黑律师饶是经验丰富，也气得懵在原地。扫兴，就这俩下子，还好意思来撩拨我，真是无趣。此刻，黑律师早已气得满脸通红，恨恨挂断电话，转头看向八哥，咬牙切齿道：八老板，穿越这小子真是太嚣张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，我要告到他赔的裤衩子都不剩。一听这话，八哥顿时就慌了，自己底盘本来就不干净，哪敢跟我正面硬刚，但想要退缩，但为时已晚。哼，从没见过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这次我跟穿越杠上了，不让他赔个底朝天，我绝不收手。我获得智能编程机器人，各项技术领先世界100年。金妹，我要开发良心币交易管理系统，软件的安全性你能保证吗？主人请放心，我会用领先世界100年的技术编写软件，同时加密软件源码和通讯数据，保证没有人可以篡改数据和破坏软件。听了这话，我杠精的情绪拉满，直接反驳道：哎呦，这么牛皮，那要是有人直接拔掉服务器网线，软件不还得一样瘫痪？主人请放心，我还有领先世界100年的压缩技术，将软件服务端压缩成极小的体积，再通过超级加密锁和区块链技术
将软件服务端分发到每个用户的手机或电脑里，除非所有使用者设备同时坏掉，否则这套软件就能一直正常的使用。这雕炸天的技术，我听得眼冒金光，虽然啥也听不懂，但内心却莫名的感到震撼。金妹，那虚拟币与货币可以实时兑换吗？就是软件里的良心币与现金，能不能相互转换和充值提现？没问题的主人，我可以接入银行端口，打通支付通道，进行合法的兑换。听到这，我灵光一现，立马有了一个馊主意。如果公司搭建一套良心币回收体系，贯穿食堂、小卖部、小超市等消费场所，就能形成消费内循环。这样不但能解决员工之间经济矛盾，还能让他们自己卷起来。想到美妙处，我情不自禁的哈哈大笑了起来。我这脑子就是转得快，好点子真是层出不穷，哥真是个大聪明。对了，鸡妹，开发这个软件你需要多久？主人，7天就可以正式上线使用。啥玩意？你可是智能机器人哎，全天24小时不用休息那种，竟然要7天才能完成任务，你行不行啊你？听到我的鄙视和吐槽，机器人突然开始宕机，变得卡顿了起来，然后开始疯狂吐槽。你行你来啊！就你这垃圾配置，不但要运行100年后的多项先进技术，还要避免这台手机报废，我只能超低功耗运行。我容易吗我？唉。如果主人想要高效率，请把这台手机的配置提升100倍。我这是被一个机器人嫌弃了，这可是8888元的新款手机，他还嫌弃配置低。我只能无奈的放下手机，默默的接受现实，打开系统接收明天的工作安排。冰，扣除10点积分，随机分配工作完成，工作已安排。哎呦，微梦博客，这可是社交平台的巨头之一啊，岗位还是安全运营专员，这可是社交平台的热搜控制器啊，我只要开个后门热搜不就可以想进就进，真是搞事情的不二岗位。想到这，我内心的小九九就冒了出来。金妹，你能给我写个入侵服务器后门吗？就是那种想进就进，别人还发现不了那种。主人，我可是3好智能编程机器人，从不做黑客那种违法的事情，请不要带偏我哦。再一次被机器人鄙视，我的脸色直接沉了下来。我说小金，你哪来那么多谢？我只是想解锁我的账号，维护我的合法权益，别人不能禁我的言，不能屏蔽我说话，哪来的违法行为？好吧，主人，你这种后门需求没问题，永久有效的后门7天可完成，100年的要3天时间，1年有效的只需10分钟。第二天，我来到微梦博客，亮出我的身份，保安大哥瞬间脸色大变。哎呦，川哥原来是安全审计部的大佬，你们部门可是个来历不凡，是我们全公司所有人仰望的部门呐。听到这话，我直接顿悟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这次玩把大的，办理完入职手续。我正准备给公司服务器开后门，突然就听到有人在调查我。经理，那个新来的就是穿越吗？是的，昨晚突然空降到我们部门的。那有查到是谁把他招进来的吗？我的权限查不到。行，那我安排人去打探一下，看看是不是那个人。俩人小声的嘀咕完，王总监转身开始吩咐：林佳，穿越是新来的同事，你过去耐心的去带带他。说完，一个靓丽的同事向我走了过来，直接贴到我身旁。这种明显不安好心的靠近，我哪能如了他的愿，直接开始搞事情。来，我说林佳，你能不能别贴我太近，我有洁癖。你突然一声怒喝，林佳尴尬的娇躯一颤，不等他回过神来，我接着说道：我这人非常传统，不喜欢你这类型的，你不是我的菜，请不要靠我太近，赶紧的离我远点。回过神的林佳赶忙跳开少许，尴尬的脸色通红，强忍着快要崩溃的微笑。那个穿越，你是新人，所以我教的有些着急，就靠得近了些，你别介意哈。我当然介意，你熏着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榴莲味的香水，味道怎么那么冲？赶紧去找个地方散散味儿。我门头闯入机房重电，被工作人员撞了个正着。喂，你是谁？来这里干什么？看着来人一脸警惕，我淡定的指着胸前的工牌，开始忽悠搞事情。别紧张，自己人，我是搞安全那个的，这是我工牌。柯文栋狐疑的看向工牌，随后脸色一变，冷冷的看着我。老哥，你安全审计部门的，跑我们运维部来干什么？嘿，有戏。听到对方搭话，而不是直接驱赶，我心中大定，直接进入忽悠环节。这不是很明显吗？我是安全审计部的，来这里当然是审计你们的安全问题。走，我们进去说。停！你们审计部的来我们这边做什么？这不合规定，我们这里普通职员是不能进来的。你认真看看我的工牌，我是普通职员吗？我可是在公司4楼上班的。我坚信一个道理，但凡公司楼层越高，代表职位也越高。听到这话，
负1楼工作的柯文栋一愣，语气不自觉地弱了3分。可是我们这边不归你们管啊！错，大错特错，我们是安全部，全公司的安全问题都要负责的，知道吗？说完，我神神秘秘地凑近，严肃说道：我们收到消息，你们这里有很严重的安全问题，公司高层派我来突袭审查，你赶紧带我进去看看。我要了解一下你们的情况，这里的计算机都连入服务器的内网了吗？是的，不过并不是直接连接，而是通过跳板机访问线上服务器群组的。看着这个通宵值班、面色疲惫、双眼无神的同事，我的表演开始升级。你们这样操作服务器群组安全吗？假如你们部门出了叛徒，破坏服务器或安装木马怎么办？听到这话，柯文栋惊得瞪大了黑眼圈。怎么可能？我们这边操作服务器有严格限制，员工只能查看，不得修改，只有部门主管才有修改权限。你们主管要是叛变了呢？这样吧，我作为安全审计部的代表，亲自评估一下你们这里的工作安全程度。说完，我直接掏出一根数据线，白溜的插入主机 USB 接口。接入成功，正在读取当前计算机系统信息，读取完毕，系统适配中，适配完毕，正在植入方程式，复制机器人，控制主机，操作完成，获得主机算力，剩下的工作交由主机上的机器人处理。不到30秒，机器人对接任务完成，主机开始自动重启，4块屏幕跟着黑屏。回过神的柯文栋吓得一个机灵。你搞什么？这是我们主管的电脑，谁让你碰的？赶快走开！一听是主管的高权限电脑，我哪肯离开，直接赖坐着不肯起来，为机器人争取时间。别急，我这不是刚坐下来，你让我休息一会。我叫你哥了行吗？你到我的折叠床上休息，让主管看到了，我会被批评的。就在这时，主机重启完成，屏幕恢复原状，同时机器人也发来了信息：任务已完成，主人撤退。我赶忙打开博客 APP， 看着解封的账户，心中满满搞事的计划瞬间装了一箩筐。不错，经过刚才的考验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具备良好安全意识的操作员，你的表现我会记录在案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安全检查到此为止了，我现在就回4楼写报告。说完，我挥手，转身大步的离开运维部。咦，他不是那个网红主播八哥吗？怎么跑我们这来了？傻了不是，来这里当然是谈热搜合作啊。他们公司最近风评可不太好，来我们这里就对了，黑的都能给你漂成白的。嘿，那个八哥，你的假燕窝从哪进的货？300%的利润老赚了，我也想进点货来卖。听到愣头青同事们的问话，我赶紧低下头，避免冤家相认。这个八哥买热搜定是要洗白，黑锅8成是要让我来顶。鸡妹，你能控制刚才入侵的那个社交平台热搜榜吗？主人，你已经具备最高权限，可设置任何一条内容上热搜，而且其他账号无法修改，除非重写整套平台代码。我破解了系统管理权限，可随意操作头条热搜，随手就把罗永昌的不雅视频挂了上去。我的头像怎么会在热搜榜上？看着熟悉的场景封面，罗永昌心里大叫不好，颤抖着点开置顶的博客。可人儿，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了，你还不同意，非要逼我霸王硬上弓。听着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画面，罗永昌菊花一紧，吓得瘫坐在了地上。这怎么可能？穿越的账号不是被封了吗？我花那么大的代价删掉的视频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居然还冲上了热搜榜第1。看着我暴涨的粉丝数据，罗永昌再也按耐不住，抓起电话开始求救。黄部长，你快救救我呀！呸！谁是黄部长？你大爷的，全都拜你所赐！老子我现在已经是黄经理了，还救你？我都不知道找谁来救我。听着电话里的怒喝，黄永昌压下心中的恐慌，赶忙哭着解释道：那个黄部长，你先消气，那个视频又放出来了啊，现在还被顶上了热搜，你赶快联系一下公关部处理一下，要不然……啥玩意？那条视频不是已经被删了吗？是怎么顶上热搜的？话落，黄部长手机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，眼里全是惊恐。你个杀千刀的罗永昌，都是你个龟孙，不但害我当了1个月的点刑，职位从项目部长降到部门经理，你个龟孙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你！就在这时，前台小姐姐走了过来，满脸都是异样的目光。罗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主管今天没空，你先回去吧。神什么意思？不是约好今天面试的吗？我开了10几公里山路，跑到你们这郊区来面试，你现在居然告诉我今天没空？罗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请回吧。看着前台坚决的态度，罗永昌只能无奈妥协。行吧，那我明天再过来。那个明天主管也没空，具体安排罗先生还得回家等通知。
你们公关部怎么办事的？上次的视频不是说删掉了吗？怎么又放出来了，还顶上了热搜？黄经理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刚询问过威梦传媒那边，他们正在紧急处理中。这家公司收钱办事，从没有出过岔子。就在这时，电话声响起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：老黄，有个临时会议，主要召集各个部门部长，再次强调作风问题，到时你务必参加。一听作风2个字，黄经理浑身一颤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那个领导，这次会议我就不参加了吧，毕竟我现在只是个小小的经理，已经不是部长。黄经理话没说完，领导带着怒气直接打断：老黄，你作为典型，每次都是要上台发言的，你们部门那个不雅视频又上了热搜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你赶紧准备一下，要说的声泪俱下，发人深省，知道吗？不雅视频的男主角又不是我，为什么每次开会都拿我当典型？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？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呀？黄部长，那视频怎么还没有删掉？公关部的那些人是吃干饭的吗？老丁昌，你个龟孙，我跟你没完！穿越，你上班时间赶去干其他事情，小心我一会告诉王总监。这怪我喽，还不是你身上味儿太重，我才被逼无奈出去透气的。林家算我求你了好吗？请你离我远点，我怕憋不住又要出去透气了。你穿越，你混蛋！我根本就没有用香水。啥？你竟然没有喷香水？那就更得离我远点，我是真害怕。林家，这几条内容你安排人用小号发出去，然后把内容都挂到热搜上。好的，王总监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就安排人处理。说完，李家转身再次来到我跟前，趾高气扬道：穿越，你用这200个水军账号把这几条内容依次发出去，每个账号发5条，中午12点前必须完成。啥玩意？现在都是11点多了，你让我12点之前发1000条博客？那是你的事，我是部门经理，我说了算。哼！我这小暴脾气哪能受得了这份憋屈？拿起资料准备扔向垃圾桶，突然几个标题吸引了我。八哥重点培养的实习生，关键知识背4文人，简直无耻！穿越从小就有反骨，小人收钱，污蔑老板，可恨！在学校霸凌同学，在公司欺压同事，穿越，你为何不做个好人？这不就是通过抹黑我来洗白八哥的小作文吗？我来帮你改改，再拿公司水军号发出去，然后全部挂上热搜榜，让你瞧瞧哥的水平。洗白八哥的小作文被我改得面目全非，洗白文回归事实真相，我把他们全部挂上热搜，网络风暴瞬间爆炸开来。王总监，咱们微梦博客的内容越来越正能量了，多亏了你们部门的严格把关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原以为你那边为了利益会昧着良心给那个网红说话，没想到这次终于抵住了金钱的诱惑，你们部门终于开始坚持正义了。听着兄弟部门的夸赞，原本菊花笑的王丽表情逐渐凝固。我们部门向来是收钱办事，从不问是非曲直，什么时候坚持正义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王丽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赶忙开口试探道：我们做媒体的，传播正能量是我们的宗旨，只是您说的是谁来着？王总监，你太谦虚了，不是？这次感谢你为我出了口恶气。那个八哥真不是个东西，我老婆买了他家的假燕窝，退货无门就罢了，还话里话外的全是嘲讽。感谢王总监的正义出手，现在全网都是骂他卖假货的热搜，真是太解气了。听完事情原委，王丽收起强装的笑容，赶忙掏出手机查看新闻。看着热搜榜上八哥卖假货的内容，王丽心跳到了嗓子眼，强压下心中的恐慌，一条一条开始查看。八哥，你们吹嘘的燕窝产品检测结果全部是糖水，跟燕窝根本没半毛钱关系。真是活久见，八哥这是重新定义了燕窝这个词。假燕窝至少还能喝出甜味，我买的那个假牛肉里面根本没有肉，崩溃！大家团结起来，假货可以假1赔3，保留好证据，一起让八哥赔钱，让他赔得破产。这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是洗白八哥的小作文，怎么现在全是攻击文啊？此刻王丽吓得冷汗直流，没了闲聊的心思，腾的一下转过身，他要去找林家问个清楚。林家，你怎么回事？让你发的洗白小作文怎么全是抹黑攻击的？我告诉你，这可是1000万的大客户。林家闻言赶忙掏出手机查看，脸色也瞬间拉了下来。穿越，你怎么回事？你看看这内容全发错了。哪里发错了？这些可都是我认真写的，
怎么样？是不是很贴合事实，很有正能量？是不是很哇塞？哥这次只是小试牛刀，10条小作文就全部上了热搜。就我这业务能力，谁见了不迷糊？记得给我发奖金哈！听到我这厚颜无耻的话，两人气得面色通红，全都恶狠狠地瞪着我。你是不是手欠？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完全违背客户的洗白需求，你这是严重的工作失误，你知不知道？请你说话注意用词，我可没有乱写，全都是考察之后的实行。如果说实话也算重大失误的话，那我只好一直失误下去。你，我们要什么实行？我们是平台，谁给钱谁说的就是实话，知道吗？听到这有违三观的话，我一颗纯良正直的心灵开始激发。王总监，我们是媒体平台，实话实说，引导正能量，是我们肩负的使命，不能为了丁点利益歪曲事实真相。长此以往，谁还相信我们媒体人说的话？放屁！那是丁点利益吗？那是上千万的收入，我们要是不赚这钱，怎么养活这么多员工？就你清高，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看着王丽一副吃人的目光，我上前一步，正要开口。小子，等我处理完热搜的事情，再回来收拾你。天杀的穿越，这笔1000万的交易，我可是分了几百万。要是这是被捅出去，搞什么？热搜榜怎么还没有变化？我刚刚全部删除了呀！王丽又重复了几次封号、删除热搜操作，看着依然没有变化的热搜榜，心态开始崩溃。你们技术部到底行不行？热搜榜内容要删不掉，封号功能也用不了。王总监，你等等，我先确认一下这个封号的功能。王总监，封号功能正常啊，我一把就把你账号给封了。你现在看下你账号还能不能用？您的账号因为安全问题被封禁。看着被封禁的账号，本就焦头烂额的王丽气得直哆嗦。你干嘛封我账号啊？现在赶紧把热搜内容删掉，把我的账号解封。那个王总监不行啊，我们只有封号的权限，没有解封的权限，除非找我们主管。就在这时，电话声再次响起。来电的是黑律师，这笔1000万交易的介绍人。王总监，你搞什么？你看看热搜上面都是些什么内容？你收钱就是这么办事的吗？我的客户正吵嚷着要退钱。热搜榜被恶意操控，八哥花了1000万洗白不成反被黑。我说你到底行不行？当初拍着胸脯给我保证，花钱买热搜，分分钟解决问题。结果我砸了1000万，现在热搜榜上全是骂我的内容。八总，这都是威梦博客那边干的好事，你放心，要是他们处理不好，你的钱我会全额追回的。哼，退款有用吗？现在我直播间全部被封，你知不知道？一堆人天天吵嚷着要假1赔3，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天我就要破产了。哼，还最好的律师，我呸！黑律师被劈头盖脸的一顿痛骂，心中的憋屈和怒火早就按耐不住，掏出电话开始发泄心中的怒火。王烈，你个龟孙，你个坑货，都几10岁的人了，办事能不能靠谱一点啊？我的客户都快被你整到破产了，你个废物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听到电话那头劈头盖脸的怒骂，王丽气得脸色发青，但看在钱的份上，只能咬牙温声解释道：是，我是废物。黑律师先消消气，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会肯定处理好的。哼，处理个毛线，等到你处理好，我的客户都已经破产了，赶紧的退钱。王丽吓得脸色煞白，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，因为款项抽成早已经转去填补了其他窟窿。别呀，黑律师，请再给我1个小时处理时间，我送你7天，不，送你半个月的热搜，作为这次失误的赔偿，你看如何？哼，我再给你2个小时，记住，机会只有这一次，办不到就退款。电话挂断，王丽看着我整出的霸榜词条，恨得咬牙切齿。哎呦，王总监，年纪轻轻的就开始扶墙了哈，我那还有几包枸杞，要不分你一点？扶毛的墙，老子这是跑快了给累的，老子年轻虎猛的要鸡毛的枸杞。哦，对了，我问你，热搜榜上的内容你是怎么弄上去的？为什么我们怎么也删不掉？这王总监你问我问谁去？看我一副油盐不进的架势，王丽直接掏出手机向我丢出证据。你别想耍赖，热搜榜的内容全是穿越掉发的，不是你是谁，头像也跟你一个鸟样。证据确凿，我只能承认。那个穿越，我也不问你是怎么做到的，只求你把热搜榜前10的内容全部删掉，行吗？王总监，你听不懂人话是怎么的？我是真不知道怎么上热搜的。王丽眼见求情不行，立马转变思路，开始利诱。穿越，
我知道你能控制热搜，只要你删掉那些内容，我立马帮你申请提前转正，怎么样？一听提前转正，我吓得一个趔趄，因为转正在想辞职，至少要等30天，30天没有补偿包，谁能忍？王丽，我跟你多大仇多大怨，谁要你帮我提前转正呢？你是真是石头缝里寻草籽，没事闲的。老王，我是真没车了呀，这热搜榜是真没救了，我们直接上报总公司了。啥玩意？老张你可是技术大拿，怎么就没办法了呢？我们应该是遇到了超级黑客，整个服务器上都被植入了病毒或木马，所有删掉的数据几乎被秒恢复。现在打不定根本不能解决问题，除非关停所有业务服务器，进行全面的检查和木马处理。停！这专业的东西我不想了解，我只知道关停业务后，公司的股价肯定会崩盘，高层是不会同意的。沉重的话题让两人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。忽然，王丽眼前一亮，想到一个馊主意。哎呀，有了！既然前10条数据删不掉，我们直接更新客户端，显示11至20条不就行了？老张怎么样？这是不是一个天才的想法？可是这种办法靠谱吗？万一被用户发现后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现在都火烧眉毛了多，能忽悠一时就一时，糊弄过今天再说。此时王丽早已被退款2字逼得没了退路，只能开导催促着张有年。很快两人达成了先糊弄过去的共识。问题终于解决了，老张干得漂亮。是时候找下家了，只能靠蒙混糊弄客户的公司，我是混不下去了。这热搜榜怎么恢复了？集美不是说1年之内都不可能被人破解的吗？我不做多想，直接重新发布几条内容，尝试把它们挂上热搜。很快发现了其中的猫腻。切，我还以为有多大的能耐呢，原来只是隐藏了前10条热搜内容，这不就是掩耳盗铃吗？那就别怪我了。刷的一顿操作，我重新置顶了10几条骂八哥的内容，热搜榜又成了我的天下。王烈，你可真是一个大聪明啊！今天下班前把钱退回来了，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。如果没有退回来的话，别怪我就直接发律师函，把事情闹大。听着电话那头的忙音，王丽目光呆滞地望着天花板，眼角落下了浑浊的老泪。王丽，你把现在的热搜都撤了，阿巴阿巴马上要开演唱会，用5000万承包我们热搜榜前5的位置，这可是大单，你一定要全力配合他们，知道吗？天哪，好好的，为什么就走到这一步？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呀？看着完全失控的热搜榜，王丽内心已经绝望，直接摆烂走向极端。喂，马总，热搜榜我给你争取到了一个位置，需要的话先打3成定金过来，我先给你登记好。喂，李总吗？不到1小时，王丽一口气筹到了近3000万的巨款，通过各种暗箱操作，款项最终转到了自己的账户上。王丽毫不犹豫地卷款跑路，热搜榜彻底失控。王丽卷走公司，巨款跑路，在登机口被债主逮个正着。王总监，你怎么在这？好巧啊！来人正是八哥，他的公司因为热搜榜而破产，欠下了高额债务，留下的烂摊子丢给背锅侠，自己则准备飞到国外暂避风头。王总监，我下午到公司找你退钱，你人找不着电话也关机，现在正巧遇到热搜的钱，你赶紧退给我吧。此时王丽一心想着跑路，哪有心思跟八哥瞎掰扯，赶忙找借口搪塞。那个巴老板，我现在有急事要出差，退款的事等我回。你是不是想赖账？你那破热搜逼得我公司破产，赶紧的退钱，不然你别想上飞机。他妈，我都是在卷款跑路的路上了，还想要我退钱？你怕不是想屁吃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。就在这时，机场广播响起，看着旅客陆续登机，王丽心中着急万分，一把推开八哥，撒腿就跑。王丽，你丫丫的收了我的钱，还把我的公司搞破产，现在竟然还当着我的面跑路，真当我好欺负不成？赶紧的还钱！退款你去找公司啊，找我做什么？老子没钱！两人的异动很快引来了机场安保。住手！双手抱头，趴下，把他们2个带回治安室。警察同志，这个人欠我1000万不还，刚才还动手打人，他这是要卷款跑路。完了，被逮住了！只要稍微盘查，加上8个从中作梗，我的老底怕是要兜不住了。
另一边，随着热搜榜的失控，王丽的卷款跑路，威梦博客直接乱成了一锅粥。王丽，你搞什么？说好300万上热搜，怎么还没有挂上去？王总奸人呢？我们5000万买断前5条热搜，怎么现在榜上1条也没看见？喂，那条置顶的不雅视频什么时候撤下来？我们都给王总监转了好几次钱了。一个个热搜相关的投诉电话全跟王丽相关，事情很快上报到了公司高层。曹总裁，现在我们的热搜榜彻底失控。另外，王丽今天私下还收了至少近1000万的热搜费用，我们怎么也联系不上她。公司高层听到汇报后，通过多方调查，很快将热搜榜失控与王丽失踪联系起来。难道王丽卷款跑了？察觉到事情的蹊跷，曹总裁赶忙叫来王股东，向他说明了原委。王股东，王丽是你亲戚吧？限你10分钟内联系到他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哎呀，总裁，不能报警啊！事情捅出去后，我们的股价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。我现在就联系那个臭小子。就在这时，助理急匆匆走了进来。曹总裁，接到警局电话，王总监今天下午飞湘江前，在机场跟人发生冲突，因为事情牵扯到我们公司，警察正在核对信息。听到助理的话，两人一脸错愕。喂，系统，我都被王丽开除大半天了，奖励呢？你不会想私吞吧？检测到宿主又失业了，补偿方案制定中。同时检测到宿主就职过的公司现已倒闭，系统决定追加1份额外补偿。啥？倒闭？八哥也太不经造了吧！恭喜宿主获得1000万失业补偿金，额外补偿1张升职卡，使用此卡宿主可原地升职哦。啥玩意？原地升职卡？我说系统，自从绑定了你之后，我每天不是在失业，就在失业的路上，给我升职卡有什么用？系统出品，必属精品，宿主不会使用，回家多吃核桃。喂，系统，你说谁要多吃核桃？我智商肯定过100了，不信你测测。切，那你倒是说个用途给我听听啊，说不出来就回家吃核桃。你，我直接背对的哑口无言。突然我灵光一现，自信的胸膛挺了起来。童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下份工作入职成功后，我立马使用升职卡，然后再调到新岗位再失业。那样双倍补偿不就轻松到手了吗？同妹还是你玩的花。川哥，我对不起你。看到我的投资之神悲伤神情，我心中大喜，假意安慰道：微影有事你慢慢说，我们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。川哥，我愧对你的重托，今天我赔惨了。具体说说，让我开心一下。今天大盘不理想，我想肯定是低开低走，盘中跳水，所以一开始我就直接抛了上周跌停的股票，打算等暴跌的时候再买回来。可是我才刚卖掉，他大爷的，没几分钟就直线涨停，我买都买不到啊！看着抓狂的黄威影，我赶忙给他支招。既然大盘低迷，你换一只操作不就行了？听到我的话，黄威影立马收声，直接瘫坐了下来，一脸绝望。他们太欺负人了，我刚卖出，大盘就立马跟着一路翻红，我就忍不住买了另一只看好的股票，结果又直线跌停，一天就亏损25%。川哥，我对不起你。稳了。听到这亏损比率，我心中大定，决定送上几碗鸡汤安慰下黄威影，让他恢复信心，以便迎接我更大数额的投资。威影啊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一定要坚持每天操作，知道吗？我相信你很快就能逆风翻盘，扭亏为盈的，到时候是倍百倍的赚回今天的亏损。在我的灌输下，原本失去信心的黄威影又重新燃起了斗志。川哥，你放心，明天我一定谨慎操作，分批卖出，绝不像今天这样冲动，一把给 KO 了。一听分批操作，我哪能同意？到时跟着反向操作的谢慕成哪能跟得上节奏？威影啊，年轻人做事不要畏手畏脚的，我们人可以输，但是不能怂，知道吗？你听我的，以后你大胆的炒，勇往直前的炒，一切由我给你兜底。你要做的就是坚信自己的直觉，给我一路 KO 下去。我的一顿鸡血洗礼，烧得黄威影热血沸腾，不敢置信的看着我。真的吗？可是我怕我又怕什么怕？我一会再打50万到账户上，你就放开胆子炒，哥不差钱，哥就是看好你。收到，川哥，谢谢你这么鼓励我，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的。加油！说完，挺着自信的那傻，一扭的走了出去。川哥，小影都快被你忽悠瘸了，以后他知道了我们这样做，肯定追着我们打的。怎么会呢？我这是在帮他挖掘他的价值，他为公司赚了大钱，我还要给他发奖金的。对了，今天赚了多少？很可观哦，
今天小颖那边一卖出，我就立马用1半的资金买入，然后接着就涨停了。目前盈利20%，赚了20万呢。哎呦，不错不错，100万一天赚20万，减去微影亏损的6万，一天净赚14万，真是大有搞头啊！小程，我一会再给公司账户打200万，你那边账户打500万，明天你接着按这样操作。曹总，经过我们调查，博客的热搜榜一场，穿越是目标嫌疑人。哦，穿越是谁？那王丽又跑什么？王丽是因为长期利用职务便利，非法牟利挪用款金，因为热搜锁榜的失控，他怕事情败露，选择跑路。至于穿越，你看这个。说着，徐向斌播放了一段监控。就在今天中午，穿越擅自进入运维部，并使用了运维主管的电脑。从这之后，博客热搜榜就开始出现问题。那这个穿越的身份有调查吗？有的，穿越是王丽所在部门的新员工，就职过盛天渤海和八哥文化2家公司。巧的是，热搜榜上前10的内容全都是这2家公司的负面内容。另外，王丽上周曾私下收过钱，终生封禁穿越的博客账号。但是现在穿越的账号不但解封，删掉的帖子还再次登上热搜榜，所以种种证据表明穿越是目标嫌疑人，你们系统的核心程序很可能被他修改的。系统，你特么给我滚出来！有你这么发放岗位的吗？你是嫌我命长，还是嫌我嘎得不够快？看着中海市治安局经侦队经济科顾问的工作岗位，我欲哭无泪。还有，我1没读过警校，2没有参加警队考试，你上来就给我安排进了治安局，就我这半吊子在他们火眼金睛面前，你让我怎么忽悠搞事？我进去了还能辞职出来吗？宿主请勿激动，顾问岗位为外聘岗位。此刻我哪能听得进系统的话？看到这岗位，我心里直发毛。前脚刚用非常手段搞完事情，后脚就经调查部门调查自己，这种送上门的铁憨憨，我哪能答应？我赶忙找借口拒绝。那个桶妹，我每天这么高强度工作，总感觉身体被掏空了，想摆烂几天，能拒绝这次的岗位安排吗？可以拒绝的，不过会积分全部清零，再扣除1万积分，同时收回全部补偿包。宿主要不要来一发？听到这严重的后果，我疼得从床上跳了起来，打开电脑恶补相关摸鱼糊弄资料。论那些在治安局里混日子的顾问，论顾问是如何在不懂装懂的情况下糊弄别人，糊弄治安局警员该定什么罪，治安局辞职流程，如何在不犯错的情况下从治安局里安全辞职。我刚黑掉热搜榜，系统就让我到治安局上班，跟着一众警员研究对我的捉拿会议。此案我们已经锁定了一位重大嫌疑人，名叫穿越。小张打开 PPT， 把此人资料显示在投影上。此人曾进入微梦博客的运维部，并做了运维主管的位置，不过并没有直接触碰运维部的电脑。但他离开半小时后，微梦的热搜榜就开始失控，同时他的博客账号不但解封，以前删除的录像再次置顶热搜榜。但是眼下我们还缺少关键证据：一、没有他直接操作电脑的证据；二、电脑机箱、键盘没有收集到相关指纹；三、服务器数据方面，微梦那边谢绝了我们的取证。因此，我计划对嫌疑人进行突击审讯，争取48小时内撬开他的嘴。徐向斌说着说着，突然感觉办公室气氛不对，所有人都扭头看向一个方向。完犊子了！我这是送货上门，还参加了自己的捉拿会议呢，还被当场识破。啥情况？这小子来自首不在审讯室里，居然跑来了办公室，还堂而皇之的跟着我们经侦队坐在一起研究对他的案件分析会。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整个会议室在尴尬中变得寂静无声。怎么办？不对啊，刚才说现在缺少关键证据，机器人也保证过不会留下任何纰漏。那我还怕个毛线？捋清脉络后，我整个人还没来得及放松，一个人的加入让事情开始有了反转。你竟然是我爸要抓的嫌疑犯，这，喂，新来的，你要女朋友不要？啥玩意？那个哥可是事业型男人，最近可不打算谈恋爱哈。看到这么虎的姑娘，刚见面就问你要女朋友不要，哪个独自在外的男孩子敢接她的话茬？哪里？不想谈恋爱？难道你是想一步到位直接结婚？好像这也不是不行哈。喂，大姐不带你这样求婚的，刚见面没说2句话就直接谈到结婚，就算是相亲也没这么直接这么快的。哼，小子，你叫谁大姐呢？再叫一句大姐试试。看到这愣头青姑娘，一言不合就开干，我吓得一个哆嗦，赶忙大声求救。同志们，我是新来的，快帮我拉开这个疯女人呐！闭嘴！就这么说好了，一会我带你去见见你的未婚妻，你要是敢给我开溜，我就让你瞧瞧中海市女子散打老大的实力。这不会是许队长他女婿吧？你刚没听到吗？徐婉清那个疯女人都向他求婚了。
徐静华虽然漂亮，但是还是命重要。这新来的同事草率了。看着眼前的虎姑娘徐婉清，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青青，你刚才对我的求婚，我同意了。说完，我一把搂了上去，还顺便拉上她的小手。你丫的居然敢占老娘便宜！看着自家的小白菜不保，徐向兵气冲冲的3步并作2步，直接冲到我面前。臭小子，你给我放手！青青，你又发什么疯？怎么跟这个咸鱼贩求婚？哎，岳父，放手，快放手！我们可是一家人，哪有自家人打自家人的？臭小子，你再敢叫一句岳父试试，信不信我抽你？你现在就一咸鱼贩，别跟我乱攀关系。哎呀，岳父大人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你刚刚才说没有明确的证据，别咸鱼贩的叫，应该要叫我准女婿，而且我也是经侦队的一员，是今天入职的顾问。看着我有恃无恐的嘚瑟样，徐向兵忍着怒气冷冷道：哼，见过胆肥的，没见过你这么肥上天的。你昨天还在威梦博客上班，今天就成了我们经侦队的顾问，你平时忽悠人的时候都不看看在什么地方的吗？岳父大人，刚才你家女儿向我求婚时，办公室的各位同事都是在场的。现在我当着您老的面正式宣布，你女儿的求婚我同意了。那啥，岳父大人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您老就别老拉着脸了呗，开心一点吧。我们现在可都是一家人了，就应该其乐融融。您说是不是啊，岳父大人？我的厚颜无耻境界直接超出地球承受范围，已经冲破大气层。徐向兵气得老脸通红，一把拎起我直接丢进审讯室。哼！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你昨天到威梦运维部做了什么？你前脚刚走，后脚热搜榜就失控，你的账号不但解封，以前删掉的帖子同时置顶热搜榜。岳父，我发誓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正当我找借口发誓准备时，徐向兵电话突然响起。哥哥，电话来啦！哈哈哈哈！徐队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！你一出马，热搜榜失控的事情立马摆平，感谢，太感谢了！我刚解除嫌疑人身份，就被领导特别针对，当场就要验证我的实力。徐队有紧急情况，情况非常复杂，您请过去看一下。穿越，既然你自称是顾问，那我就给你一个证明的机会，一会你同我们一起办案。你要是个滥竽充数的，哼！此案件目前受害者已近1000人，红苹果理财用高底薪高提成为诱饵，诓骗毕业生入职，然后分派超额的销售任务。员工为了拿到工资和提成，只能在他们忽悠下，通过银行渠道购买公司的产品，最后再以各种借口扣光工资并解聘员工。哎呀妈，完犊子了！我这临时老丈人该怎么忽悠啊？他要现场验证我的办案能力。看来只能祭出大招了。顾问是如何混日子的？一开会专挑不起眼的角落，绝不主动发言，降低露馅几率。2全程微笑点头附和，糊弄一个算一个。3被迫发言时牢记3个原则：1发言的名次尽量向后拖延；2发言时总结别人说过的内容为主，切记不要自由发挥，多说多错，少说少错。说别人的话错的是别人。3牢记实权人物说过的话，发言时尽量附和和肯定他的看法，坚决不能擅自下任何定论。喂，穿越，你小子躲在角落里乐个什么劲？案件刚刚介绍过了，说说你的看法。啥玩意？我都躲在这角落了，这临时岳父怎么还点我名？此刻我心中慌的一批，想到发言名次尽量靠后原则，我顿时有了方向。那个徐队，大家一起开会，是不是应该按身份的高低依次发言比较合适？比如说从身份低的那位开始。话落，会议室里众人全都古怪地看着我。那你开始发言吧，这里就你身份垫底。我身份垫底，你们是不是对我这个顾问的身份有什么误解？顾问是编外人员，没编没岗的临时工，你不垫底谁垫底？赶紧的，直接上干货。你小子要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，哼，你懂我的意思。不对啊，我上班就是为了失业，要鸡毛的摸鱼3原则，把事情办砸，把人对疯，创造开除我的条件，才是我的人生目标啊！此刻我突然觉醒，抬起自信的脑袋，看向众人，开始我正义的演讲。我的看法很简单，把这种丧尽天良的东西全部送去踩缝纫机。像这样的公司就是社会的毒瘤，他们让无数刚出校门的花朵背负一身外债，前途尽毁。这种扰乱社会秩序的公司就应该直接上门查封，把理财合同作废，将钱款退回银行，平掉贷款，还毕业生们一个自由，然后把案子做成案例，大力宣传，最好上个热点新闻，让大家以后别再被骗了。我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，感动天，感动地，感动了我自己。
那啥，你们都什么眼神？盯着我干嘛？气氛都烘托到这了，大家伙倒是鼓个掌啊！那个川顾问，这家公司可是郑二公子开的，郑家在中海可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。停！别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。既然你们穿上了这身衣服，那就代表着正义。记住，你们是治安局，是天下正义的执行部门，不能因为恶势力庞大，你们就全都给吓趴窝了。你懂个屁！你以为我们不想抓他们吗？那是因为我们手里证据不足，受害者所有合同签字都合法合规，我们一旦动手，他们就会立马转移资产，到最后这些经济案件都变成烂案。我们不是怕郑家，而是拿他们没办法。看着一众垂头丧气的同事，我继续火上浇油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们经侦队缺的不是顾问，缺的是胆子呢。瞧瞧你们一个个怂样，没本事就承认自己没本事嘛，一说什么别人很强，切，还以为你们有多牛皮呢。现在看来，真是扫兴呐。我的一番冷嘲热讽，夹枪带棒的调侃，一众警员气得满面通红。你一个破临时工，你说什么？狗顾问就知道口嗨，有本事你上！别以为你是徐队的女婿，我就不敢打你了。吵什么吵？有本事去把案子办了！小子，你既然说他们没本事，这个案子我就交给你来办。要是你办不好，我唯你是问。哎呀妈呀，我这是口嗨过头了呀！那个不合适吧？我是顾问室编外人员，哪能代替你们查案？我说你行你就行，不要废话了，你赶紧准备，下午想办法混进红苹果公司去给我收集证据。啥玩意？你这是让我去当卧底？对呀。看你刚才说话那么威风，那么充满正义感，怎么现在怂了？小子，我还是更喜欢你刚才呢，嚣张嘚瑟、不可一世的样子。可是岳父大人，顾问不带你这么用的呀！我上班还不到半天啊，你就让你女婿去做卧底？我这里需要有个3长2短，你怎么对得起你女儿吗？滚！你小子再敢逼逼，信不信我抽你丫的！我上班第一天，老丈人就派我去做卧底。赶紧下车想办法混进去，一旦有情况我们会冲上来保护你的。催什么催？这种角色扮演的活，我不得酝酿下情绪先。去你丫的！喂，小子，鬼祟祟的在干嘛？那个大哥，我刚毕业一直没找着工作，听我同学说你们这里招人，我就过来碰碰运气，不知道你们还要人吗？一听是送上门来的韭菜，前台的态度立马转变。要的，你小子运气真好，我们这还缺人。川顾问有做卧底的潜力哦，看来我们这个案子破案有望了。没错，看他那卑微的语气和那怯懦的小表情，要不是长期找不着工作的人，还真模仿不出来。川顾问才刚混进去，你们就敢说破案？据了解，这家公司正常都是3-5天之后才开始 PUA 新员工，才会联系放款的人过来。举手之间，财富进来。从前我们把钱存在卡里，现在我们把钱存在红苹果理财。今天你买了红苹果，明天你将收获整个果园。对，新来的，你会填表的时候，介绍人一栏记得填写我的名字，我叫许木。啥？填你名字？了解，这样操作你就有提成是不？让你填你就填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没问题，不过提成你得分我一半。凭什么分你一半？让你填我的名字是为了你好，以后你在里面我还能罩着你，否则……停！你大脑是不是长在小脑上？咱俩非亲非故的，我们才刚见面，凭什么免费给你送人头？反正你不分一半，我就不填你的名字。你，我的这种从别人牙缝里抠钱的行为，许木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哎，我跟一颗韭菜较什么劲？像他这种愣头青，在我们公司从来没撑过1个月的。先忽悠他把表填了再说。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等我提成拿到手时，你要是还在公司，我一定分你一半。好了，欢迎穿越加入我们红苹果大家庭。那个小许呀，你带穿越去熟悉一下公司环境。又来一个韭菜加1。刚走出办公室，我搞事的念头再也压制不住。哎，小许，把我那一半提成给我，赶紧的自觉点，这种事情别让我催你哈。啥玩意？你才刚办理完入职，提成都还没下来，我凭什么现在给你钱？给老子滚一边去！哎呦，这小子就这点城府，看我不把你给忽悠瘸了，不然你爹就跟我姓。
好吧，好吧，我们就各退一步，一半提成我不要了，你现在给我300就行。我现在是身无分文，就指望这300做生活费了，不然我只能找个包吃住的地方打螺丝，到时候你1分提成都拿不到。看着许木表情松动，我继续加码忽悠，巩固防线。安了，我所有身份信息都做了登记，你难道还怕我跑了不成？说完，我悄悄咪咪地凑过头去。我有个大项目，现在我班上还有很多同学在找工作，回头我全部介绍给你，每人我只要300提成，其他都归你，干不干？哎呦，我勒个乖乖！这波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，一颗韭菜有3000奖金，只要一天拉来一个，1个月不得8万起步。我这是捡到宝了呀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把这颗韭菜稳住。行，300就300。臭小子，我告诉你哈，别跟我耍花招，你的所有资料都还在我这，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知道吗？放完狠话，许木麻溜地掏出3张毛爷爷，交到了我手上。这是什么操作？顾问就是顾问，刚进公司就弄到300块，估计这许木也是懵了吧？许队，我这次肯定没有看走眼，这川顾问肯定有戏，说不定真能收集到证据。多什么嘴，好好盯着里面的动向。大家伙加把劲哈！只要完成销售任务，除了提成，还有奖金等着你们。没有完成任务的，赶紧联系你们的亲戚和朋友。那个领导，1个月要销售多少才能拿到奖金？年轻人，你只要每月能完成100万的销售目标，就能拿到2万块的提成。引出了摸底话题，我立马开始表演。就这，你们这目标定的也忒低了点吧？全公司100来人，每月销售额还不到一个小目标，看看别人的公司都是几十上百亿打底，我们就这点体量，我都没脸跟我朋友提我在这里工作，真是太丢脸了。我的一顿冷嘲热讽，一本正经的吹牛，直接唬住了胖经理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要定多少销售目标？嘿嘿，不多，就先每人每月就1000万起步吧。那个，把我这份合同协议拿回去处理，这种缺乏激情的工作，我是一点都提不起兴趣。行，既然你这么有追求，胖爷今天我就成全你。哼，你给我等着！支开了所有人，我立即抽出数据线，直接接入电脑。主人已经接管电脑，接下来呢？模拟他们的电脑屏幕，监控他们的企业银行操作界面，避免他们转移资金，想个办法把他们坑来的钱原路退回去。我让机器人潜入公司电脑，伪装成交易界面，我就立马开始搞事套取情报。那个胖子，我现在乐得心慌，集中不了注意力，干不了活。你们这包吃吗？胖你大爷！饿了就自己叫外卖去，公司不管饭。可是我现在都离比脸还干净。那个能不能先预支点工资？我是真的乐得不行了，实在没有力气给你们冲1000万的销售目标啊！哟呵，你小子人长得不咋地，想的倒是挺美哈，给我滚一边去！哼，你爱干不干，反正完成不了销售目标，你就别想拿到1分钱。我的试探毫无进展，我直接切入正题。做销售来钱真是太慢了，听说公司可以用银行的钱买产品的业务，给我整1份呗。这小子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我都还没开始宣传，他上来就要跳到下个阶段，不会有什么猫腻吧？喂，行不行？你倒是吭一声啊！你们公司不管吃，我现在身无分文，你又不可预支工资，我只能用银行的钱买公司的产品，赚点利息差做生活费了。一听有快速来钱的路子，其他新员工瞬间被吸引，纷纷围了上来。新来的真有这种事？小哥哥，我们这种毕业生也可以吗？这批韭菜都还没到收割的时候，怎么一个个的全都主动向碗里跳啊？不管了，收割了再说。大家先安静，我这就联系银行那边，让他们派人过来给大家办理开卡手续。穿越就这么3下2下，就快把事给办成了。许队，一会银行的接头人要来了，我们是不是就要执行抓捕行动了？再等等，过来的应该是小虾米，银行那边的大鱼还没出来。那个郑总，您过来一下。郑总，这小子在我们银行的额度达到了5000万。什么？5000万？你们系统不会是出 bug 了吧？就他一个外地户籍，怎么可能这么多？郑总，经核查他的额度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没权限办理这种大额业务，需要到分行才行。你看要不要找黄主任，他可以特批特办，今天就能放款。听到这话，经理兴奋地冲进办公室，把事情汇报给了幕后大佬。真的假的？居然有5000万额度的韭菜，你们不会搞错了吧？二公子是真的，不过这笔钱要合法转到我们的账户，需要提高我们在银行的保证金，至少要500万。
行，这单意外之财我们吃下了。一会我去借500万周转，记住拿到那小子的5000万后，立即让黄主任把保证金退回来。主人，500万保证金已经转到我们指定账户，快夸夸我！我模拟的屏幕当下没人能破解。头妹，安定淡定，计划才刚刚开始，接下来看我表演。那个小许子，把你欠我的提成现在就给我吧，不给我就不去了。滚蛋！那提成是我的，凭什么给你？那行吧，再见。眼见到嘴的鸭子就要飞走，胖经理赶忙上前调解。慢着，你欠他提成了？我没有，不是，我是有说过给他1半提成，不过现在提成还没有到手。我不管，反正你现在不给提成，我就不干了。我的火祖宗嘞，就只差1步了，你还在门口闹哪呀？我的川顾问哎，赶紧麻溜把银行接头人约出来啊！早点下班去吃火锅，他不香吗？5000万额度，提成至少10万起步，我就不信你们能放走进嘴的肉。3、2、1。臭小子，你先别走，那提成我现在就让许木给你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可别忽悠我哈。那个经理，我身上没有现金，给不了他。还愣着干嘛？扫码呀，老方便了。丁，你的穿越宝到账2700元。这数字不太对劲啊！你们瞎发提成不是凑整吗？怎么感觉少了300？听到我这阴阳怪气的声音，许木咬牙切齿吼道：“穿越你丫的！你刚进公司时，我不是给了你300现金了吗？”哎呦我去！忘了，300块这种小数目，我一般还真不记在心上。我去，还带这么晚的，今天真是小刀戳菊花，开眼了。是啊，难怪别人一来就是顾问，我干这么多年还是职员，真是太能忽悠了哦。完犊子了，这小子这么滑头，我那宝贝闺女根本不是他的菜啊！行了，带路吧。臭小子，你他妈又怎么了？哼！你们是不是看不起我？像我这种千万级的大客户，没有小姐姐出来夹道相迎就罢了，为什么还要让我从小门进？为了业绩我忍了，为了提成我忍了。哼！一颗水淋淋的韭菜，你要灭亡我，先让你疯狂，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丫的。那个穿越，我们走后门是不用排队的，像您这种级别的 VIP 客户是需要副主任级别来接待的，只有那些傻不拉几的韭菜才走正门。这样啊，那行吧，我们走。徐队，他是信贷部副主管黄大富，他就是这伙人在银行里的内应了，现在抓人嘛。再等等，争取拍下他们，在储蓄卡上做手脚的现场，把案子给做实了。这是5000万的放款合同，你签字就可以了。这合同上面的卡号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这钱能到我手上吗？给，这是你的卡，刚才在公司的时候我就给你办好了。这卡已经设置了自动扣款，5000万已到账，分分钟给你扣干净。啥玩意？你们这是什么业务流程？你给我办卡我都不知道，你就搞好了。行了，赶紧签字，然后过来看着屏幕做人脸识别，手续就全部办完了。证据链收集完整，行动！等等，这流程我没见过，我得去柜台试一下这张卡。慢着，放下！一张卡有什么好瞧的？你赶紧把放款流程走完了先。看着众人着急的样子，我哪能如了他们的意？我故意搞事拖延，给徐队救场争取时间。臭小子，老子一路上忍你很久了，你他妈嗷嗷的没完没了！哼，赶紧给我办了，不然让你横着出去，听到没有？小王八蛋，去你丫的！从你刚进公司到现在坑了我3000块，赶紧给我退回来！新郎新娘，快说手机密码多少？新郎新娘送入洞房，全都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！